我不是人，我只是一条狗。我掌管着人类无法攻破的地下城，却有着2个非常不靠谱的手下，一个是我的忠实舔狗雷姆，另一个是指着老板一顿骂的傻波伊。而我就是那个被骂的大 boss。就在某一天，有群人类进入了我的地下城，随着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恐惧与不安的气氛逐渐占据了所有人的内心。卡拉米表示自己没事可以继续，咱们可是帝国的希望，怎么能在这里倒下？而且咱们还有勇士博尔尼在这坐镇。可小卡拉米的话并没有使众人宽心，因为这实在太诡异了。刚出发的时候，总共有74名成员出征，才刚进到副本就只剩下43人了。博尔尼一想到刚才战斗的场景，就感到不差而立。那触手怪的强大是今生头次见到，仅是一瞬便将几十号人直接抬走，而他居然还只是个副本的守门将，很难想象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 BOSS。毕竟这里是太岳七窟之一，被称之为最险恶的太古的中枢。随着部队的不断深入，他们走到了一处巨大的门前。根据往年的经验，博尔尼一眼便看出这里是副本的终点。这里不仅有着数之不尽的财富和宝具，还有象征着人类创造的最强武器，它们被称为36杰作。正当博尔尼想要登上王座时，巨大的声响和震动席卷了整个地下城。博尔尼立即示意众人保持阵型，法师刚使用光明魔法照亮视野，那股震感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随后他们将光球缓缓地升上半空，却看到了一个极其庞大且诡异的黑影。就在这时，黑影猛然睁眼，博尔尼见此一幕，直接令2年半不尿床的他尿了裤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凝望深渊，环形的锯齿覆盖了整个天花板，恐怖的威压冲击着所有人的内心。这哪是战斗，简直就是来给怪物送口粮的。在人类一方再无声响时，小骷髅帕特里克表示，此战自己杀敌最多，当立头功。斯瓦洛一听，当时就不乐意了，我是在睡梦中被一群人给吵醒的，要同时面对的可是人类和疲劳2种敌人。刚说完这话，我就感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。帕特里克，你能不能稍微冷静一下？都说公司最大的阻碍是老板，可算让我见识到了。特喵，你叫我冷静，我怎么冷静？你身为地下城的大 boss， 居然在人类入侵时打盹，你觉得这样像话吗？这是一个态度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老天爷啊，我怎么会摊上一个这样的老板？雷姆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此时一名银发少女缓缓抬头，奴家倒是觉得吧，主人光靠一个哈欠就能震慑住人类，那不正说明主人的能力无比强大吗？光是想想奴家就要受不了了。我操，你们2个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算了算了，我放弃，这个地下城的副本已经没药救了。见状，斯瓦洛立即安慰道：“别想那么多，烦扰太多的话，骨头会烂掉的。顺便给大伙看看这地下城的洞口，加个盖的话，还特么真像个宝地。接下来呢，小女仆在这要给宝子们补个小故事。通常来说，副本的攻略都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，人类可以随时发起进攻，而怪物却要时刻准备着，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。随着人类侵占的副本越来越多，同时也出现了人类无法攻略的副本，它们被称之为太岳七窟，分别由7个强大的 BOSS 所占领。而最臭名昭著的副本当属太古的中枢，它们由数十名强大的怪物守护。副本的入口一共有3个，每个门口都有强大的守门将看守。负责红色左门的被称为库鲁斯，雷姆为此处的守门将；负责蓝色中门的被称为王者之夜，帕特里克为此处的守门将。至于右门的信息暂时还未公开，其实也就是开局的那只触手怪。然而使这座地下城久攻不破的原因，是帝国神话首页里记录的太古怪物，它被世人称之为斯瓦洛。这本书流入人间后，信息很快就被传开了，人类的入侵也变得更频繁。斯瓦洛随之一笑，被神秘色彩包裹得太严实的话，要是不给点信息出去，他们都不敢来。只要适当的给他们一点诱惑，那些人类便会像飞蛾一般的扑过来。但有点确实令我没想到，这些家伙哪是飞蛾，简直就是蜂拥而入。74个人类不是他们的极限，而是我笑点的下限。大部分人的装备遇到触手怪时，就被他的腐蚀能力给融化掉了，就这还敢来我的地盘？闻言，雷姆露出了伤心的神情，要是来奴家这里就好了，奴家会干净利落的将他们咔嚓掉，这样装备还能留下来。听完雷姆的话，斯瓦洛的周身瞬间散发出缕缕黑烟，巨大的身形也逐渐褪去。你这个小呆瓜！斯瓦洛缓缓地伸出了右手，轻抚着他的脑袋。雷姆很温顺，就像在摸一只小猫一样。不好意思啊，2位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是来开会的吧？你们2个这样子的状态，光是闻到空气中的这个味道，我的牙齿都要长蛀牙了，我都快要烦死了。拜托你们2个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还有你那个变身，你自己数数有几根手指？还有上一次刚学会变身的时候，整出40颗牙齿，变就变了吧，还特么对我那样笑。突然的杀气令帕特里克欲言又止。好，我不讲了，行了吧？随后雷姆向2人讲述了会议的重点。此次人类的进攻主要是右门，总计有116只触手在战斗中受了重伤。斯瓦洛刚听2句就传来了哈欠声。不要紧的，触手怪的恢复能力很强，先观察一阵子，不行我再换个守门将。闻言，帕特里克便来了兴致。那老板下次要换，顺便把我也换了吧？你在想屁吃呢？你是终生契约，想跑路门都没有。人类很有可能在组建新的冒险队了，而且他们的通信魔法已经成熟，右门可通过的信息想必已经传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布局。之前雷姆负责的是左门，从今天起改去右门，到时候他们进来了并不知道你在哪，你就可以直接把他们咔嚓掉。至于帕特里克，你就转到原本雷姆负责的左门去，这样一来发现雷姆在右门的人便会前往左门。我特喵真是个天才，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计划。不好意思老板，我有一个疑问，要是人类走中门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没事，这都是小场面，到时候你直接通知我就行了。他们来了，我一口一个嘎嘣脆就完事了。听完主人如此牛逼的布局战术，雷姆的三魂七窍全被斯瓦洛勾了去。随后雷姆又提到了一件事，这次人类冒险队的首领留下了一把剑，也正是那把剑的原因，使得那个叫博尔尼的人类站到了最后。闻言，帕德里克立刻闻到了宝剑的味道，而这把剑就是36杰作中排行第14的塔纳贝拉。斯瓦洛听后一阵无语，我们仓库里一堆，那些剑平时不就是自己用来做的吗？雷姆的武器也是其中的一把。然而斯瓦洛的话，帕德里克一句也没听，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这把大宝剑之上，并怪里怪气的说道：“哎呀，这把剑要是被人类夺回去的话，咱们的触手小老弟怕是要汗流浃背了吧？”帕德里克刚想说要帮忙保管，斯瓦洛便直接开口说送他了。这狗怎么会说人话了？难道是我对他有什么误解吗？那就狗命，不对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呀，老板。然而沉浸在喜悦中的帕德里克并没有察觉到身后危险的气息，剑你收了以后别再给我交辞职信，不然我会把剑直接插在你的腚上。随着74名小卡拉咪的现身，又到了帕特里克最爱的分赃环节。在雷姆的提议下，决定将这些人类的武器变卖，因为他们都是怪物，是使用不了人类的武器的。而这些法杖上的魔石，在人类的世界里价格是非常昂贵的。斯瓦洛表示那就由他出去交易。万万没想到，只是老板随口的一言，竟使得两人瞬间失去表情管理。帕特里克急忙说道：“这种事让雷姆去不是更好吗？就你那个蹩脚的变形能力，只要眼睛没毛病，一眼就能识破的。我怎么看你那个表情很不服气啊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”随后雷姆带着魔法石来到了村庄，店主上手后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很抱歉啊，小姐，你的这些魔石我买不了。雷姆没有多言，只是简短的问道为什么。之后店主经过了一番寻找，将一枚 B 级的魔石摆在了台前，同时也告诉了雷姆，若要买下这样一颗魔石，普通人最少要花10年的时间。而雷姆带来的宝石已经完全超出了店主的购买能力。根据店主的说法，能买得起这种魔石的只有2种人，要么是皇宫的法师，要么是法师塔的高阶法师。雷姆很清楚，那74人中很有可能会有皇宫的参与。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雷姆向店主打听了法师塔的位置，并留下了一枚魔石作为店主的谢礼。随后雷姆跟随警卫的指引，来到了法师塔8层的办公室。迎接他的是一名魔力非常高的法师。女人一看来访的竟是个小女孩，瞬间就没了交易的兴致，话里话外还透露着羞辱的意思。雷姆只想好好的完成任务，不想惹事，并没有与他多言，直接将魔石全部倒出。眼前的景象让女人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拥有这种东西，而且全是最高品质的 A 级魔石。惊讶之余，女人的目光再次回到雷姆身上，看到雷姆的一头银发后，女人似乎明白了一切。这个帝国的8大家族里面，只有一个家族有银发的特征。女人经过一番推敲，便把雷姆当成了逃跑的贵族少女，而且是不谙世事的好骗小孩。于是便以50金币1枚的价格向雷姆提出了收购。听到这个价格后，雷姆立刻想起了店主大叔的话，按照普通人10年的收入来算，最少也有100金币。随后雷姆的神情露出了一丝杀气，你要知道，敢跟我开玩笑的人类，没有一个能活着的。显然这番话对女人起了很大的作用，立马拉低了对雷姆说话的音量，并声称是由于工会的资金不足，所以才会出此价格。随后女人拿出了全部家当，再以正常价格交易了部分魔石后，女人希望能以物换物继续交易，于是雷姆便跟她来到了顶楼。女人首先拿出了一枚黑珍珠戒指，它是由炼金术制成的，任何有毒物质只要靠近它，它就会发出响声提醒佩戴者。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有毒吗？经过了2分半的挑选，女人向雷姆介绍起眼前这块红石，它的名字叫做猩红爱情石，可以实现拥有者想要的爱情。只要在喜欢的人面前将法力注入，宝石内的灵魂便会帮助你实现愿望。雷姆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宝石，我决定了就要这个。女人听后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，这块宝石可是我们这最珍贵的宝物，有了它甚至连皇帝的心都能夺走，所以价格是非常昂贵的，最少也得1万金币。雷姆很清楚这对他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他上巴和下巴碰了一下，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，并向女人问道：这下够了吗？女人还没来得及控制表情，大脑内的疑问就爆发了，为什么这个小孩会有36杰作？这东西的价值根本不能用金币衡量的，这把武器再加上之前你给我的金币，现在够了吗？雷姆得到猩红爱情石后，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法师塔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块石头将会带给他多严重的后果，那可是一个封印恶魔的宝石，你这样可是会害死他的。它的威力甚至可以瞬秒一切生物。可女人听后却表现得十分平静，不过就是一个愚蠢的贵族罢了，根本不需要担心售后问题，只要把恶魔释放，他和那个不知名的可怜虫都会死。转眼来到了一片幽暗阴森之地，而这就是位列7窟之一的切特城堡。在城堡的内部，一名红发女子正哼着小曲挥着刀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雷姆的几缕银发掉落在地。很抱歉的巴托里，每次我都是突然跑过来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咱们本来就是好邻居。红发女子名叫伊丽莎白·巴托里，而她正是这切特城堡的 boss。每次雷姆跑过来找她剪头发，她都会逗一下这个容易害羞的女孩，因为她
他很羡慕雷姆，不仅有着一张漂亮的小脸蛋，而且永远不会变老。雷姆疑惑地看着巴托里，为什么你的皮肤越来越白皙了？而巴托里却告诉他，保养的秘诀就是那些小卡拉咪的血，量不多，也就是1天5桶而已。此时雷姆起身继续向巴托里问道，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？巴托里一眼就察觉到这妮子的不对劲，羞红的小脸丝毫掩盖不了激动的心。巴托里轻抚着她的脸颊，告诉她，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得了现在的你，打扮得这么漂亮是想给谁看的？别告诉我你喜欢的是人类，还要跟他告白吧？雷姆看着手里的宝石陷入了沉思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必须要跟他告白。雷姆，你别吓我呀，我只是开个玩笑的。那人到底是谁啊？是我家的斯瓦洛大人。你这个玩笑开的就有点大了呀，难不成是我刚刚把他的脑神经剪了吗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要跟斯瓦洛大人告白。抱歉，我完全不能理解你喜欢他什么，那个混球的优点我是一个都找不出来。不会啊，斯瓦洛大人优点很多的，他是很可靠的。那还确实是很可靠，某种程度上说这世界上没人比他更可靠，但他的懒可是业界出了名的，这刚好可以抵消可靠性了。是的，他又懒又很大条，吃东西时就跟猪一样可爱，他睡觉时的呼噜比谁都响，而且最近还长出了大肚子。雷姆的形容令巴托里亚麻呆住，你连这些事都知道，那你还喜欢这个混球啊？雷姆的眼神非常坚定，是的，我非常喜欢斯瓦洛大人，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。随后巴托里走到雷姆的身旁，认可了他的勇气，要是告白失败了，可以来他这里上个班。雷姆为了等这一天已经非常久了，而他也坚信这一次一定会成功。转眼来到了帝国的首都里亚泽，此时在地下城突袭联盟总部的大厅内，一名男子的起身打破了长久的宁静。他猜测伯尔尼的队伍已经全军覆灭了，话音刚落便有一人拍而起，他不相信帝国最强战士会陨落在此，而且现在连他们的尸骨都找不到。霎时间圆桌就乱成了一锅粥。费摩尔一言不发地看着这群猪队友，在场一半的人都没有搞清楚状况。太古中枢并不是一座大型的地下城，冒险队的胜负仅要1天就能出结果，现在已经超过2天没收到他们的消息。他很确信伯尔尼已经成怪物的搭巴了，而现在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，特斯特家族的圣剑该如何找回？由于太古中枢的核心区会隔离通讯魔法，所以他们断定第14个杰作塔纳贝拉一定遗落在此，想要夺回就必须再次进攻太古中枢。可一座连帝国英雄都解决不了的地下城，其他人又怎么可能赢得了？而主战派却有个绝妙的看法，他们坚信伯尔尼就算嗝屁也会给 BOSS 造成巨大的伤害，所以应该趁此时机集中力量一举拿下。费摩尔此时最担心的还是皇宫，为了财富他们把英雄和圣剑投到了绝地，这74人的战力远比普通冒险队强100倍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觉得他们会输，要是再失败的话，他们这些投资人定会被暴怒的皇室处决。费摩尔心想，通过右门的精锐有43人，而且都是在 BOSS 核心区失去了联系， BOSS 很有可能拥有压倒性的力量。随后费摩尔向此次会议做出了决定，不再进攻太古中枢，这是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地下城。话音刚落，房间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压抑的空气使得众人难以呼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费摩尔大人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我倒是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闻声望去，众人皆是一惊，为什么皇家魔法学院的人会在这里？男人绷不住了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组织听命于谁吗？第3只眼这个组织是帝国的猎犬，与帝国卫队代表的光明相对，他们就是专门负责处理黑暗的事情，这也就代表着皇室已经开始干预了。我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，你不仅让帝国损失了一名宝贵的英雄，还让陛下珍视的杰作留在了怪物领地上。如果在场的人都死了，以后谁来指挥冒险队进攻地下城？所以我向陛下提了一个小小的提议，这是一个可以救你们所有人的办法，那就是由我们来进攻太古的中枢。可是就连伯尔尼都已经被没有可是，这次进攻我们会带上尼弗林。此时房间的安静分为2类，一类是因为不明白而闭嘴，另一类则是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事情。那不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失败品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，它可不是失败品，而是不可否认的成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你们认为稳赢的伯尼尔会嗝屁？是他们太弱，还是他们太草率了？并不是只有强者才能在太古中枢里生存，伯尔尼和他的队伍显然忽略了某个因素，而决定胜败的这个关键因素，却是连伯尔尼这种英雄都得不到的东西。随光源望去，这个金发碧眼的人便是尼弗林，而他正是用来对付斯瓦洛的重要人物。转眼回到太古中枢，此时的斯瓦洛感觉有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好像会发生什么大事一样。别说，还确实有点大。就在刚刚，走了2米5的我已经累得不想动了，但是一想到巡视的任务没完成，就会有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出来骂我。算了，要不我还是起来吧。击退人类的入侵后评估受损的情况，这就是属于我必须要做的任务。首先要去的必然是右路的每个房间。当斯瓦洛来到触手怪的房间时，一股熟悉的恶臭刺入了他的鼻子。触手怪现在扭曲到老爹都不认识了，还在疯狂咀嚼着冒险家滋补自身。虽然他受的伤很严重，但好在核心只是略微破损，恢复也只是时间问题。随后斯瓦洛继续前行，不过一会便来到了5号房，这里的守防将名叫食人荆棘，茎上遍布了严重的伤口，看来他也是经过了一场恶战的。他和触手怪一样，只要核心不灭，哪怕死了也能恢复。此时在一处很深的石板下方传来了非常细微的颤抖声，随后斯瓦洛掀开了石板，而这就是食人荆棘的核心，所以这个房间也没必要再巡视了。
斯瓦洛考虑到5号房间的受损状况，其他房间的怪物似乎不太可能存活，要是不去的话，那家伙又要啰嗦一堆。刚想完，斯瓦洛就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剩下的事情还是以后再想吧。虽然我只看了污水路和5号房的状况，但我已经比以前要努力很多了。帕特里克肯定会理解我的。就在斯瓦洛正要打道回府时，4号门突现一道亮光。面对袭击，斯瓦洛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后方。都这个点了，居然还有小卡拉咪送上门。只见那人周身散发着惊人的气势，缓缓地走向了斯瓦洛。影响我睡觉的人类，今天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。斯瓦洛大人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是人类的冒险队又进来了。斯瓦洛表面说的没事没事，其实和雷姆一样，都错把对方当成是人类。此时的斯瓦洛也注意到了异常，在他印象中，雷姆从未换下过女仆装，就连神情也变得和以往大不相同了。斯瓦洛大人，您觉得我今天怎么样？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雷姆难不成要比帕特里克先一步交辞职信了吗？雷姆扭扭捏捏地向斯瓦洛继续问道：“斯瓦洛大人，您今天能不能抽个空和我谈谈？”这家伙果然是想给我交辞职信。好的，我有空。随后，雷姆将斯瓦洛带到了他的秘密基地，这是他为了这场约会而精心准备的。斯瓦洛表面淡定，内心实则慌的一批，千万别给我辞职信，在心中念了1万遍。雷姆缓缓地靠近斯瓦洛，他要将压在心底多年的情感全都释放。难道说今天预感到的大事就是这个吗？斯瓦洛大人，今天是您收留我第80周年的日子，不知道您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？斯瓦洛表示自己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人类掀起了一阵进攻热潮，超过1000个地下城因此毁灭了，光是进入太古中枢的人类就有数千名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刚收留的雷姆在地下城中大显神威，仅凭1人就做到了独守一路，杀伐果断的能力令他成就了今天的地位。太好了，只要不是给我交辞职就行。不知道你现在右眼好些了吗？听到斯瓦洛还记得自己受过的伤，雷姆激动的小手无处安放，已经好多了。这段时间能守在斯瓦洛大人的身边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斯瓦洛一脸欣慰的表示，俺也一样。等等，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他刚刚是不是跟我说了很开心？这不是诀别的时候要说的话吗？面对雷姆的步步紧逼，斯瓦洛的内心疯狂的祈祷，只要别给我辞职信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斯瓦洛大人，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我喜欢你。雷姆的双眸深深地看着斯瓦洛，这一刻他足足等了80年。这4个字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包含了雷姆太多的情感。比如他喜欢吃肉馅饼，还有地下城外野生的小草莓。突如其来的表白令斯瓦洛差点忘形。雷姆，你醒醒看我一眼。首先呢，我真的很感激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是呢，你也知道的，我们的生命始终处在危险的境地上，这里既是我们的家，也是战斗的地方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伤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对方。雷姆猜到了这样的结果，但斯瓦洛也低估了100岁少女的决心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无理的请求，但它沉重到无法在我心里装一辈子。我甚至无法忍受你以后不在我身边。无论如何，哪怕是不择手段，我也想要被斯瓦洛大人所爱。随后，雷姆一脚踢开桌子，将猩红爱情石摆在了斯瓦洛的眼前，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斯瓦洛，只要将法力注入进去，这样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。当斯瓦洛注意到红色石头的下一秒，一股黑色的魔力瞬间席卷了整个房间，这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。你想要杀了我吗，雷姆？听到这话的雷姆大脑一片空白，他不明白斯瓦洛为什么要说这话，内心如同刀割一般的颤抖着。雷姆的双手无法承受剧烈的颤抖，猩红爱情石轰的一声碎成无数碎片。就在这时，雷姆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，黑色的液体从宝石中缓缓流出，刺鼻的恶臭还伴随着令人作呕的尖叫。突然，一个小小的恶魔钻出了宝石，他的身躯不停地蠕动着。等到反应过来时，雷姆已是双眼一黑。此时离事发已经过去了2天半。帕特里克表示，咱家的老板实在太棒了，不但把人类通通赶出地下城，甚至还把雷姆也给赶走了。让我找找你这家伙的良心到底在哪？你这波操作属实把我笑到合不拢嘴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斯瓦洛委屈巴巴地询问该怎么办。我不揍你都算不错了，还敢问我？帕特里克也清楚原因，明白这事也不能全怪老板。雷姆的事先放一旁不说，但是你对我做的那些事都是你的错。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干嘛要捂住耳朵？我对你做过什么了吗？哎呀，我好像有点失忆了。你这个瓜皮非得让我帮你想起来吗？这是帕特里克几十年来首次感到压力。斯瓦洛的周身爆发出无数的尖刺，矛头全都对准了雷姆，这完全是要置他于死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帕特里克大手一挥，摸着斯瓦洛的狗头，告诉他遇事要冷静。帕特里克一眼就看出了老板的不对劲，显然是被内心支配后失去了自我意识。当他扭头想要提醒雷姆快离开时，只见雷姆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。无论帕特里克怎么呼喊，雷姆都无动于衷地趴在地上。帕特里克深知再这么下去，暴走的斯瓦洛肯定会把雷姆给撕碎的，与其让他留在这碍事，还不如送他一程。帕特里克用刀背将雷姆拍飞数十米远。抱歉了，雷姆，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个办法能救你。话音刚落，斯瓦洛便释放出了压倒性的力量。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下，帕特里克选择迎难而上，化作了一头奇形怪状的怪物。你也要杀了我吗，帕特里克？
就这样，双方互撕了2分半，直到斯瓦洛逐渐恢复自我意识。帕特里克不停地描述自己的英勇之姿，以及自己是如何略胜一筹赢下这局的。即使帕特里克说到这个份上，斯瓦洛还是没有想起之前发生的事。既然你知道错了就行了，我能理解老板这么做的原因，毕竟他跟你的往事有关。斯瓦洛向帕特里克问道：“那我该去把他找回来吗？”帕特里克表示了肯定。雷姆可是地下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，他日常的工作量就非常大，大家平常吃的食物要制作、清扫地下城和重新安装陷阱，给每个房间的守门将解决各种问题，还有战利品的分配以及日常开销，这些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讲实话，这地下城要是没了雷姆，这损失比没了你这个 boss 更大。趁你如今还来得及，得快点把他找回来，不管你用贵的也好，乞求也罢，哪怕是要亲他的鞋子，你也得给我把他带回来。随后帕特里克从肋骨里掏出了样东西，这个手镯叫做德美乌拉，是可以稳定魔力的一种道具，你只要知道这玩意很贵就行了，不需要去了解其他的。斯瓦洛的体质本身就容易造成魔力逆流，这可以防止他变形时突然改变。你又变成6根手指了。斯瓦洛对他事先备好的态度非常不爽，这玩意你到底从哪弄来的？别问，问就是路上捡的。斯瓦洛听完立即贱兮兮地摆弄着手镯，别搞事啊老板，这东西可是很脆的。随后斯瓦洛将手镯戴上，并嘱咐帕特里克，离开的这段期间地下城就交给他了。帕特里克掐指一算，按照人类冒险队以往的重组速度来看，老板必须要在5天之内回来。要是老板不在时自己没有拦住入侵者，被人类登上那个王座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恐怖的事情。帕特里克伸手再次声明了重要性，老板千万要记着，我只能保证5天的稳定。斯瓦洛很欣慰能有个足智多谋的好部下，双手插兜便向门外走去。我一定会将雷姆带回来的，放心吧。帕特里克再次提醒斯瓦洛别太张扬，尤其是去村庄附近时别吸引人类注意。这句话突然戳中了斯瓦洛的笑点，说的好像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似的。实在不行我就全部毁掉算了。特么我现在说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？见老板已经越走越远，帕特里克才放心的从臀骨里抽出了报纸。这下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雷姆是用第34个杰作断头牙换了这石头，现在雷姆的武器不仅要被拿去竞拍，石头还差点让老板亲手毁了地下城。假如我是说假如老板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暴怒之下他那张永远吃不饱的嘴肯定会把所有卡拉咪全吸到肚子里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前无古今的世界末日。此时脑海里闪过数十种的补救方式，但想秃了头都想不出合适的，于是他决定再看看报纸的其他内容。当他的眼睛扫到一行文字时，让他差点震惊到下巴脱臼。只见报纸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地下城突袭联合总部的重要决定，3天内将会通关太古中枢，我只能保证5天的稳定。足智多谋的好部下，那我跟老板讲的时间岂不是要来不及？这也就是说，我不仅要当这个最终 boss， 还要独自面对大军并承受2天的时间，气得我头盖骨都掉了，真的火大。而此时的斯瓦洛还在野外晒着日光浴，对老家即将来临的灾难却浑然不知。此时在一座魔王城的最高处，魔王在王座上傲然地俯视着台下众人，区区蝼蚁也敢踏足我魔王城的领地，你们这是想死吗？只见为首之人缓步上前向魔王说道，嘲讽在这里可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，我们可是帝国排名第32的精英队伍，楚小的黄昏，只要把你从那个王座上拖下来，我们就能在这片大陆上扬名立万。魔王被这群愚蠢的人类激到青筋暴起，既然知道自己的威名还敢来此造次，正是第17代魔王梅尔德提莫。话音刚落，梅尔的周身便爆发出巨大的紫焰，眼神中充满着对这些无知者的蔑视。既然来了，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。这恐怖的威压下，众人皆是不颤而栗，但要是怕死的话，我们就不是冒险家。随后克鲁消失在一阵狂风中，瞬间来到了梅尔的眼前，同时还伴随着数发凌厉的剑士，他们直指魔王的心脏。梅尔仅是将法杖转动了2圈半，便将克鲁的围攻之势轻松化解。正当后排的法师将要释放火系魔法时，梅尔再次挥舞法杖，你们想笑死老娘吗？等你吟唱完，我都能绕菜徐村2周半。紫色的火焰向4面8方飞散而去，待克鲁反应过来时，却为时已晚。身后传来了几声震耳欲聋的惨叫，只见队友的身影全都倒在火焰之中。这精准的魔力操控令克鲁顿感不妙，这女人比传闻中还要更加恐怖。不等他有所思考，第2发火焰再次袭来，长剑猛然刺入大地，掀起的石板勉强挡住了部分热流。该死的，真没想到居然会这么棘手。克鲁手上的剑还未落下，身旁又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咔咔声。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周围空气在结冰，抬头望去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。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快速连续施法？只见梅尔高举着法杖，一个硕大的冰块在逐渐汇聚成型。克鲁见状，随手抓起一块石板，朝着梅尔的方向用力抛去，紧随着双脚蓄力。这一次冲锋是既分胜负也决生死。然而石板还未碰到梅尔就成了碎渣，冰柱的蓄力已然完成。下去陪你的同伴去吧，渺小的蝼蚁。伴随着法杖的落下，无数冰块朝着克鲁爆射而出，可全都被突如其来的防护盾所挡下。果然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抛下我一个人。面对克鲁的贴脸开大，梅尔大惊失色，他们队伍的法师不是早就被我给……只见远处的2人呼喊着去吧队长，并将全部法力注入到克鲁的身上。梅尔顿感羞辱，想不到堂堂魔王会被一群蝼蚁给戏耍，指尖立刻幻化成一把利剑直指克鲁。然后就在这一决生死的碰撞瞬间，一股刺眼的光芒将2人直接吞没。此时的斯瓦洛正晒着日光浴，身旁的大坑就是他瞬移后轰出来的，而且掉在哪了自己也不知道。
帕特里克曾提醒过魔法最好别用，因为斯瓦洛体内的魔力会乱传。没有好好听他话，这下惨了。此时的大聪明想了个绝妙的方法，既然瞬移的坐标是随机的，反正是抽奖，还不如再试一次。这次要把魔力控制在一个屁的大小。霎时间，数条黑色的魔力从体内钻出，斯瓦洛瞬间消失。就在梅尔与克鲁即将碰撞的这一刻，一组巨大的冲击震开了城堡的墙壁，导致克鲁在地上翻滚了2周半，就连梅尔也狠狠地撞到石块才停下。问号迅速占满了2个人的头顶，好像进来了个不得了的东西。阳光透过洞口洒在烟尘上，随着风的吹散，露出了淡淡的人影。克鲁这一摔不仅断了3根肋骨，就连肾也亏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可没听说过有其他冒险队要来。梅尔一听，当时就慌了，这可是连魔王城都能洞穿的战力，要是冒险队的话就糟了。双方不动声色的牢牢盯着眼前之人。只见烟尘散去之地站起一个高大身影，谁知他开口便是暴击。请问你们知道哈斯丁在哪里吗？特喵心脏都要被你吓出来了，突然蹦出来说什么胡话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路过找个人而已。克鲁发现斯瓦洛是个人类，并立即示意他快离魔王远一点。斯瓦洛扭头看去，只见梅尔眼神犀利地盯着自己，好像也把自己当成是人类了。回想起来，他和以前的魔王截然不同。斯瓦洛所知道的魔王都是体型庞大，拥有着非常强悍的肉身与魔法。不过以他这种恶魔的身材来看，他的年龄应该是刚满18岁。就在这时，冒险队的援军突然加入了战斗。你们一下，兄弟们都给我上！这魔王已经没人救得了他。一群蝼蚁也敢如此猖狂，不管你们来多少人都一样。就这样，双方持续互撕了2分半。斯瓦洛再也坐不住了，只能说真他喵累人！我还必须要在5天之内找到雷姆，要是再磨蹭下去的话，帕特里克肯定要把我给骂死了。跟这些无法沟通的人类交流，想想都觉得好烦啊！闭嘴！你们这些人都给我毁灭吧！顿时，黑色的魔力不断外泄，逐渐形成了一个扭曲无规则的怪物。黑色物质让人分不清是固体还是液体，众人皆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动弹不得。突然，巨大的嘴从天花板快速落下，如同乌云密布的天塌了一般。所有人刚想逃，就被一股吸力所阻挡，哀嚎声也在入嘴的那一刻瞬间消失。经常吃的人都知道，这种口感就是嘎嘣脆，鸡肉味。见此一幕，直接让2年半不尿床的梅尔尿了裤裆，一个饱嗝更是差点吓得原地去世。见到斯瓦洛对他没有恶意，梅尔才敢缓缓地靠近，开口就是一句大佬牛逼，不要问为什么，问就是保命要紧。还有就是恶魔这个种族天生爱慕强者，他们认为强者的天赋是刻在基因里的。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快告诉我，刚才那个大怪物你藏哪去了？是藏到这里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突然，斯瓦洛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跟80年前和雷姆刚见面时一样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今天你必须跟朕走。朕先向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朕是提莫大魔王的第17代子孙梅尔德提莫，你也可以直接叫我梅尔。来吧，帅哥，该你了，把你的名字告诉朕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他和雷姆很像，但是呢，想要获取信息的话，还是得把名字告诉他。我叫做斯瓦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帕特里克跟我说过，出门在外要小心长得漂亮的女人，更不要随便把名字告诉别人。我出来是为了找雷姆，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来得好。我的全名是斯瓦德·尼古拉斯，这个名字源自于我之前路过的村子，有个笑起来很帅的小哥令我印象深刻。虽然我感觉确实很难听，但为了找雷姆，我还是忍一忍吧。那我可以叫你斯瓦德吗？随便都可以。要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朕有可能要被这群人类给弄伤了。所以作为报答的话，我想没事不用谢，我也不是特意想帮你的。这个榆木脑袋我真想给他一棒子。随后梅尔表示，作为报答会满足斯瓦德的一个心愿。对了，你知道怎么去哈斯丁吗？你说的是哈斯丁啊？太好了，他知道怎么去，果然解决掉人类是正确的。雷姆，你再等我一会，我就能。哈斯丁是什么？是好玩的吗？斯瓦德的大脑此时飞速运转，他不但不知道去哈斯丁的路，就连哈斯丁是什么都不懂。难道说我瞬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了吗？斯瓦德立即向梅尔询问，离这里最近的人类村子在哪？梅尔告诉他应该是里亚泽。斯瓦德一听，当时就大脑宕机了，这不是帝国的首都吗？从哈斯丁坐马车到首都最快都要2个月，而我答应好帕特里克的时间只剩下4天，这已经不是被骂2句能解决的事情了。梅尔告诉斯瓦德，想要去很远的地方可以用传送机啊。斯瓦德一脸疑惑，什么机？这是用人类的法术与炼金术做出来的，是个可以强行使用空间转移的机器。斯瓦德一听，立刻支棱起身，那玩意在哪呢？可梅尔接下来对他讲的话，却将斯瓦德惊得外焦里嫩。此时的斯瓦德与梅尔来到了里亚泽，对于雷姆去向，斯瓦德也只是猜测，并没有证据可以肯定这一点。于是梅尔提议带我去一个好地方。你不是刚才那个魔王城的主人吗？你出来了城堡怎么办？这么快就开始担心朕了吗？这一点可以完全不用考虑，朕是这片土地上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只要朕所在的地方皆是魔物的领域，身边的魔物也全都会成为朕的军队。斯瓦洛问道，这莫非是魔王的全能？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能召唤魔物吗？
梅尔表示了肯定，就是我一次也没试过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但是朕的父亲做到过，所以只要朕在成长一点点也能做到。父亲传给朕的魔王城已经毁了，朕也有点没信心了。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要是说崩了个屁的魔力毁了魔王城，他会信我的话吗？其实也不能怪你的，毕竟魔王城就建在帝国的边上，就算是朕独守空房也是很累的。前面就是朕跟你说的那个好地方了，能否找到那位银发少女，这就是关键。不知为何，斯瓦德看向边上的少女时，心里面有了一种麻烦事变多的感觉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好地方吗？我们不是来找信息的吗？为什么会来这地方喝酒啊？一杯二锅头下肚，梅尔顿感神清气爽。小伙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酒馆可是获取信息最好的地方。梅尔指着人群让斯瓦德竖起耳朵。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矿场，所有的信息都是未经加工的原始，启动你的听觉就能找到有用的信息。刚说完，梅尔就露出了一副想被表扬的神情。这不奖励我一下吗？这个混球！斯瓦德按照梅尔说的环顾四周，却意外地发现一处古怪的地方。只见告示牌的附近围满了很多人。梅尔表示这就是他提到的信息网，上面记载着正在攻略地下城的名单，这是防止多个队伍进入同一个地下城。斯瓦德一想，还确实如此，从来没有2批人同时进来过。这群愚蠢的蝼蚁也是为了防止利益分配出问题，召集全部兵力同时下副本的话，明明可以提高好几倍的成功几率。斯瓦德放下手中的名单，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好事。要不说女人是个很敏感的生物，很快他就抓到了重点。你说我说了吗？我忘了。梅尔一点点的靠近斯瓦德，难道你也是地下城的魔物吗？好奇怪呀，朕是魔王城的也就算了，你是地下城的，怎么能自由的往外跑？咱能不能跳过这个话题？你就当我是原石抽出来的吧。哎呀，你小子把头扭过去是什么意思？小秘密很多呀你。就在此时，斯瓦德注意到了一个地方，上面写的7大窟之首的太古中枢，还好冒险队的名字是空着的，这样还有时间可以继续寻找。此时斯瓦洛沉于思考，并没有察觉到梅尔在叫他。臭小子，你看什么东西这么入迷？你别一个人看，给朕也看看嘛！你想炫耀自己长得高吗？混球！斯瓦德无奈地递过去。果然听话的男人是最帅的。梅尔在看后显得尤为兴奋。斯瓦德，你知道这个太古中枢吗？它可是连蝼蚁都承认的最强地下城，这就是咱们所有魔物的最终目标呀。而掌管太古中枢的那位大人，可是个站在万物顶点的太古怪物，他的名字就叫做斯瓦洛。完了，这女人陷进去了，叫了他3遍也没点反应。与其说是掌管者，斯瓦德觉得更像是房东，而且是天天要被一群无赖折磨的。梅尔表示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变强，这样终有一天就能见到斯瓦洛大人了。此时梅尔想起了他的父亲，一个能真正称得上魔王的男人，只是生不逢时遇到了比他更强的人，那是个叫做博尔尼的年轻勇者，他凭借一把圣剑3招就打败了父亲。此时的斯瓦德全然不知，那位勇者就是他打哈欠时吸进去的。梅尔表示不想一辈子经营副本，他想成为像斯瓦洛那样强大的怪物，然后吸引更多的强者为自己经营。看到这样的梅尔，斯瓦德想到了曾经，时间已经遥远到自己都想不起来了，那时候的自己还是个意气风发的王，麾下的战将足以支配整个世界，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努力的学习知识，还和可笑的人类们生活在一起，也沉醉在和他们在一起的感情里。但是走到尽头后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，所以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睡觉。斯瓦德，你过来一下，朕跟你说个事，把手给朕。斯瓦德真乖，是个好狗，果然带着这家伙是个麻烦事。此时斯瓦德扛着梅尔的小蛮腰，将他带回了客房。然而他并不知道刚刚看的名单是昨日的，而新的这张名单上却写道，以尼布林为首的31名冒险队成员将会在72小时以内攻略太古中枢。转眼来到了次日清晨，至于昨晚发生了什么，我知道你们不爱看，我替你们看了吧。此时的梅尔还沉浸在与狗子的美梦中，突然斯瓦德的敲门声令他快速起身。朕的头好痛呀！斯瓦德昨晚发生了什么朕都不记得了。就在斯瓦德打完哈欠的下一秒，他就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所震惊。斯瓦德，你干嘛这么吃惊的看着朕？朕像是个会把你吃了的人吗？听到是熟悉的语气，斯瓦德确认眼前之人无疑是梅尔，可你为什么看上去像是个倭瓜？听到倭瓜一词，梅尔瞬间暴起，猛烈的欧拉欧拉拳轰在斯瓦德的胸口。那你这算是返老还童了吗？等下别揍了，你怎么突然变小了，吓我一跳。朕这不是变小了你个呆瓜。刚说完，梅尔的拳速又提高了1倍，敢这么称呼本王的你还是头一个。梅尔表示昨天的样子是版本2，为的是不被那群蝼蚁给轻视，现在斯瓦德看到的样子才是版本1。斯瓦德表示简单易懂，懵逼不伤脑，所以这就是梅尔的本来样貌。梅尔突然疑惑，你怎么没换衣服？是不是瞒着我昨晚跑出去偷吃了？斯瓦德被他的脑回路整得再次懵逼。梅尔解释道，这是他的变身魔法，所谓变身魔法就是变成将来的样子，你们看我的样子觉得我会信他吗？斯瓦德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，朕变大后版本2的样子够不够吸引你？不是，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好吧，够了，行了吧？回答的一点都不爽快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是小孩。转眼来到了哈斯丁的伯爵府，一群不速之客正站在大门外，该死的这3只盐把手都伸到我这了。男人名叫艾塔克，正是哈斯丁的领主，按照规定进入 B 级以上的地下城，要先得到管辖地区的领主同意。现在这个公文就是单方面的通知，可这是皇室的命令，艾塔克无法拒绝。他从没有听过这个叫尼布林的人，尼布林的冒险队要是失败了，很有可能会牵连到自己的领地。于是这个大聪明灵机一动，要是有个冒险队先行进入的话。此时的女佣提醒了艾塔克，
他们领地的边上就有个法师塔。闻言，艾塔克瞬间顿悟，这个叫边锋的法师塔最近实力大涨，得到了很多上等的 A 级魔石。虽然以他们的实力去挑战有些勉强，但总比肥肉让别人割去要来得好。马上派人给法师塔边锋委托任务，告诉他们我愿意出巨资合作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必须抢先拿下副本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人一脚踹飞，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，两人见状皆是一惊。只见尼布林带着2名手下缓缓靠近，并示意艾塔克不能去法师塔。艾塔克大怒：你们到底是谁？怎么进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在你们家门口叫了半天都没反应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你应该早就收到皇室的公文了吧？难道说伯爵大人不欢迎我们过来吗？这小鬼杀气腾腾的，一看就不是善茬，还是小心点为妙。伯爵继续向尼布林问道：他们的冒险队会在何时出发？其实我打算今天就出发的，但临时有点事要改天再去了。你们舟车劳顿不休息一下吗？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住宿。伯爵大人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们只是去一趟法师塔边锋而已。伯爵心头一颤，还是问了句为什么？是有什么熟人在那吗？我们去哪从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当然也不是什么友好的问候了，我只是要把边锋的那群法师全部宰了。要说为什么的话，那也只能怪你们的警卫太过松懈了，用魔法偷听几句还是很容易的。比如说伯爵大人想找边锋合作，你觉得我们大老远的跑到哈斯丁来，总不能乖乖的把地下城让给他们吧？我们与边锋孰强孰弱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闻言，艾塔克立即向尼布林表示歉意，并向他保证绝不会与边锋合作。听到伯爵大人的亲口道歉与承诺，尼布林感到十分满意。老小子这样才像话吗？此时的帕特里克还在地下城内训练，只有他清楚冒险队即将到来的消息，这是老板首次把地下城托付给他，所以他绝不能让人类进入到那个房间。转眼来到里亚泽，斯瓦德正与倭瓜在街上寻找传送机。当来到一处城门时，他们停下了脚步。斯瓦德向士兵询问传送机在何处，士兵表示往前再走一会儿就能到了。这里位于里亚泽的外城，需要经过3个城墙就能到达内城。斯瓦德疑惑问道：步行要花多少时间？士兵抬手就是一句肯定的2周半。斯瓦德听完当时就慌得一批，这样下去的话，别说是找到雷姆，就连帕特里克都有可能会离家出走。梅尔指着天上小声地告诉斯瓦德，实在不行咱就偷偷使用飞行魔法吧。斯瓦德也小声地告诉他，怪物的魔力与人类的法力不同，在帝国境内使用是会被人类发现的，更何况自己使用魔力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动静。此时一名地中海大叔打断了2人谈话，你们好，我叫梅泰尼基，是一名车夫，我想我可以帮到2位。梅尔疑惑什么鸡什么梅，只见大叔指着边上的怪物说道，这是用炼金术造出来的人造人，人工制造天使计划里的产物，虽说是被帝国抛弃的第4代机型，但这家伙的实力很强也很听话，最主要的是他还能飞。梅尔看后一脸嫌弃，长得这么丑也敢叫天使？帝国的人造人研究不是早就结束了吗？大叔表示了否定，帝国不仅没放弃，还在大规模的制造。斯瓦德疑惑，那不是装在大管子里的吗？这岂不是无法做到大规模量产？你家村子刚通网的吗？那可是150年前的初代人造人的做法。闻言，斯瓦德立刻想到了雷姆，原来雷姆出生都过了这么久了。梅尔询问这玩意去传送机要多久，大叔数了数手指，非常肯定地说出了2个半小时。2位的话，就算你们顺风车只要8金币，8金币等于800银币，昨晚住宿和酒费也才花了8个银币，这家伙肯定是个奸商。无奈之下，斯瓦德迅速翻找口袋，突然摸到了一声脆响，他记得这是帕特里克留给他的信，信上写着终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，致傻乎乎的老板帕特里克留。随后2人便登上了天使马车。梅尔问道，你是不是被富婆养了？那个是我地下城的同伴偷偷塞来的。臭小子，你果然是地下城里的，那你怎么可以到外面瞎跑？我算是被赶出来的吧，即使不被赶出来我也会自己出来的。所以你现在要找的同伴，他也是和你一样被赶出来的吗？算是吧，好羡慕你有这样的同伴，就算离开了也不忘相互照顾，想必你平时也是很照顾他的吧。朕也好想有个像你这样的同伴，这么体贴同伴的男人已经不多了。转眼2个半小时过去，来到了黄金街。守卫表示现在还不能使用传送机，因为要保证拍卖会的稳定，所以要停止使用机器。随后男人掏出了此次竞拍的画像，并示意斯瓦德竞拍结束后再来传送。斯瓦德疑惑，什么竞拍竟会如此隆重，甚至还要关闭传送机。守卫解释这是消失很久的一个杰作，所以上面很重视这次竞拍的结果。这玩意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？这不是雷姆的武器吗？怎么会？还是说这是个类似的武器？我问一下，这个武器是不是修的一下，然后哐哐哐变大的那一把？斯瓦德很清楚，这世上叫做断头牙的武器只有一把，这把肯定是雷姆的。可他的武器为什么会落在人类手里？难道说人类把雷姆给杀了吗？可其他7窟的 boss 都不敢惹雷姆，按常理人类更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刀锋女仆的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斯瓦德立刻联想到了突破口就是武器，他出门时带着断头牙了吗？那时候的长裙是不可能有口袋的，袭击我的时候也才带了几把飞刀。帕特里克没有武器就已经很强了，有了那把圣剑只会更强。可雷姆就不一样了，刀锋女仆没了刀锋还会剩下什么？想到这里的斯瓦德浑身开始颤抖，就连梅尔也感受到他无尽的杀意。此时的斯瓦德断定了一件事，雷姆现在很有可能已死于人类之手。区区的蝼蚁竟敢杀了我最重要的人，我要你们全都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就在此时，斯瓦德瞬间暴怒，黑色的魔力充斥着整个房间，顿时数条黑雾钻入了守卫的身体，伴随着卡拉米的痛苦哀嚎，
黑雾在他体内7进7出后直接毙命。沙溢已觉得斯瓦德已经无人可挡，这世界若是没了他，那我为何还要留着这个无用的世界？突然，斯瓦德的身边传来了一声呼喊，可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愤怒冲昏头脑，完全听不到梅尔的声音。直到梅尔抓起他的袖子，瞬间房内的几十只眼睛狠狠盯着梅尔，仿佛在告诉他动一下就会死。此时的斯瓦德语气极其凶狠，告诉我这世上断头牙真的只有一把吗？这是梅尔第2次站在生死边缘，可他现在却很庆幸，至少斯瓦德还是愿意沟通的。梅尔尽管很害怕，但还是说了真话。以朕所知道的来看，确实是只有一把。听到这番话的斯瓦德显得更加愤怒，那是我同伴的东西，我必须找到他。随后，斯瓦德一把甩开了梅尔。虽然咱们相处的时间不多，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。既然我已经知道去哈斯丁的办法了，你也没必要再跟着我了。话音刚落，斯瓦德的形态再次发生了变化。他很清楚自己一旦陷入暴走，周围的任何生物将会无一幸免。梅尔此时再次叫住了斯瓦德，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了。听到此话的斯瓦德突然停住了脚步。他是拥有一头银发的地下城魔物，还用着36杰作之一的断头牙。那样的人在这世上也只有一个，他就是刀锋女仆雷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看到斯瓦德的反应，梅尔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。斯瓦德回头的一个眼神，就像是对他最后的警告。不要再说下去了。就算你用那凶巴巴的语气跟朕说话，朕也不会怕你个呆瓜的，因为朕已经猜到你是什么人了。雷姆既然是太古中枢里的守门将，而你告诉过我雷姆是你的同伴，就算你想瞒着我也没用，因为真相只有一个，斯瓦德就是掌管太古中枢的主人，那位至高无上的斯瓦洛大人。斯瓦洛一脸无奈，这都能被你给猜到？好吧，我承认我就是斯瓦洛，你是斯瓦洛大人的叛逆部下，汗流浃背了吧？老弟，我算得准不准？我特喵到底在期待个什么玩意？瞧你那损样，朕还迷不死你了。就问你朕的推理能力牛不牛逼？而且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会很危险，你想把我吓走是因为担心我会出事。我梅尔大魔王今天就把话放这，我就是要跟定你了，谁来拦我也没用。斯瓦德一脸疑惑，你既然是魔王，怎么做个决定会这么草率的？想那么多干嘛？深思熟虑做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是对的。朕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死表情，这样才像朕认识的那个斯瓦德。此时的斯瓦德不知为何心头一颤，这是一种熟悉却又很久违的温暖。你这臭家伙，刚刚身后长了很多怪东西，羞羞羞的，还有眼睛眨巴眨巴的，好恐怖！你都不知道我刚刚都快被你吓死了，还好你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你放心，朕以后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但你以后不许再凶巴巴的笑我，把手给我拉个勾！你这臭家伙！转眼来到了首都拍卖场的后门入口处，与宏伟的前门相比，后门显得尤其安静，而拍卖会的进程也才刚刚开始。就在此时，小卡拉米被突然的一句问候吸引目光，小哥哥，我想参加拍卖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不得不说，梅尔这变身能力属实牛逼。小卡拉米表示可以，但要确认下信息。我是基尼泰，梅尔，这位是我的仆人斯瓦德。小卡拉米仔细翻找一番后一脸懵，这名单上并没有基尼泰家族的信息。梅尔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基尼泰家族的威名你怕是不知道吧？随后梅尔示意让斯瓦德拿出邀请函，听到邀请函，小卡拉米更懵了。小卡拉米见到斯瓦德上前后，连忙制止，抱歉，我们这次拍卖会是没有发邀请函的。斯瓦德表示这就是通往来世的邀请函，下辈子注意点，别再拦别人的路。斯瓦德一脸无语，你就不能变个别的样子吗？朕不管，朕就要这个。你会这样说，就说明你喜欢的不得了。听闻此言，斯瓦德立即摆手而去。你就是一个臭小鬼罢了，还太嫩了点。有一点令斯瓦德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雷姆正处于切特城堡的卧房内，他的眼里充满了绝望、无助与悲伤。太古中枢对他来说就是一辈子的家，当斯瓦洛和家都没了，他还会剩下什么？就在80年前的格拉森林，一场人类制造的大火席卷了所有生灵。老太婆，我很抱歉，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没想到人类居然会做这么大胆的事。此时，一只手恶狠狠地抓着蝼蚁的脑瓜，而他正是格拉森林的主人格拉佩尼亚。他不明白大地妖精从不主动冒犯人类，为什么人类要毁了他赖以生存的家？由于太古中枢的入口位于森林的中心，所以斯瓦洛跟佩尼亚的关系一直很好。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就别这么消沉，把你受到的一切全都给他们还回去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。随后，斯瓦洛来到了冒险队的大本营，将此次放火的蝼蚁处决的一个不剩。这不仅是为了佩尼亚，也是为了自己。当他来到深处时，发现了一个意外之喜，只见铁牢内关押着一名银发少女，一言不发，静静地坐着，似乎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他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类造出来的生物，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切，却没有丝毫害怕。斯瓦洛此时犹豫了，他做事非常谨慎，从没有留下过后患。放过目击者，这对他完全没有好处。但斯瓦洛终究还是心软了，告诉他主人的临终之言是还他自由。别误会我，这可不是为了要帮你，只是突然手痒了，想活动下筋骨而已。今后想去哪都是你的自由，你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望着眼前的男人，人造人依旧是保持着沉默。他是谁？这是在和我说话吗？就在斯瓦洛喊出他名字的那一刻，人造人的眼神中唤起了一丝亮光。莱勒乌，你该做出选择了，你是要留在这等死，还是出去好好活着？斯瓦洛之所以会知道他的名字，是因为有个人类一直在喊莱勒乌救命。斯瓦洛表示出去之后不许提起他的事，更
更不要想着去找自己。随后便消失在莱勒乌的视线之中。此时莱勒乌缓缓地起身，这个名字对他而言是十分沉重的，只有守护家族之主最出色的女仆才能享有这样的名号。为此，家主不惜令人造人之间相互残杀，而莱勒乌就是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。虽然说物品是不需要名字的，但是作为可以拥有自己人生的人来说，他是首次感受到这个名字带来的温暖。而叫他名字的这个人，莱勒乌也下定决心了，一定要找到他。转眼回到了切特城堡的外围。此时，一名黑袍人告诉雷姆，帝国现在正派出冒险队赶往太古中枢。可雷姆听后却是面无表情地看着远方。很抱歉了，巴托里，即使你告诉我这些，可我还是回不去了。巴托里安慰道，并不是要强迫你回去，对巴托里而言，雷姆的幸福至关重要。要是真的打算不回去了，也该为了这事彻底做个了结，不是吗？按照他们两个人的性子来看，为了找到你，肯定会把这个大陆翻个遍。如果之后发现你是因为被人类骗了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会善罢甘休吗？到时这怒火将会牵连到整个世界，这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个灭顶之灾。如果你想一辈子躲下去，那你就必须永远隐藏在黑暗的角落。帕特里克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，所以他这几天肯定在忙着对付冒险队，而且你的事情他多多少少是能猜到的。所以你想给这事画上句号的话，现在的情形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突然，雷姆双手紧握叫住了巴托里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外面兜一下风。这小妮子去就去吧，还整这死处。瞧你的右眼都哭出毛病了，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谢谢你的关心，巴托里，我没事的。随后雷姆取走了他的刀锋，此次一走便是刀锋女仆重登大号之时。转眼来到了拍卖行的内部，斯瓦德愤怒地向警卫说道：“你到底说不说？”不是啊，大哥，你要我说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忘了问了，那就再来一次，把你知道的断头牙的信息全都说出来。但是哈斯丁的边锋法是他登记的，其他的我真不知道，大哥饶命啊！机智如我，雷姆果然是在哈斯丁，这个叫边锋的法师塔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看你如实相告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以后注意点，要学会抢答，别让我多问。男人望着渐行渐远的斯瓦德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我特喵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这样对我？1个月工资2000，犯得着拿我开刀吗？是的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这个世界，对吗？此时的警卫慌得一批，显得十分后悔。为什么离得这么远，他还能听到我嘀咕？当你们人类踏足我们领地的时候，把这种屠戮的行为称之为攻略，你们有平等的把我们当作生灵看待吗？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受过愧疚吗？魔物被杀也是因为他们做了错事吗？好像都不是吧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怜悯的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此时拍卖会已经进入了热潮，竞拍价也从35亿不断飙到了70亿。参与竞拍的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，断头牙将会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与地位。突然，一名蓝发少女表示要参与竞拍，一旁的粉毛见状赶紧压住她的手，别忘了咱是来保护竞拍的，你个呆瓜！蓝猫名叫尤因，不仅是黑狼冒险团的骨干，更是与博尔尼齐名的3勇者之一，而他身旁的粉毛同样是冒险团的骨干，名字叫做加洛，是一名追踪者。就在主持即将一锤定音的下一秒，一股黑色的魔力涌入了整个会场，他们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接近，主持甚至还没反应就被瞬间带走。两人见状大为震惊，这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这么恐怖的魔力靠近却无法察觉。此时斯瓦德的气势宛如一尊杀神，每一步跨出都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，每次都以肉眼无法捕捉的身影出现。你们今天所有人都别想活着回去。这是地下城的王与勇者之间的强对决。蓝毛尤因是帝国力量最霸道的拳皇，而斯瓦德则是被怒火点燃的最强 BOSS。他们之间的相遇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此时的斯瓦德正位于拍卖场的台前，强大的威压下，尤因首次感到死的恐惧感。但勇者的职责就是令帝国百姓安心，他甚至不惜强压生存本能，燃烧斗志。正当他俯身上前要与怪物生死相搏时，加洛死死地抓着他的胳膊，千万别去！尤因从未见过加洛如此的紧张过，那个怪物的能力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。加洛身为追踪者，可以洞察魔力的大小，这怪物仿佛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，而魔力的大小正是影响威力的重要因素。突然，斯瓦德瞳孔一震，立刻青筋暴起。我本来还想着这有可能是个仿冒品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斯瓦德一眼便察觉到了这是雷姆的魔力，果然雷姆是被人类给杀了，不可饶恕！你们这群该死的蝼蚁们！见此情形，台下的众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会场的守卫在干嘛？快把那小子抓起来！斯瓦洛轻蔑一笑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看来你们是不打算就这么让我走了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在把你们变成一块块的碎肉之前，我可不会让你们舒服的死去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飞过了人群，斯瓦德感到一股杀气在迅速逼近。只见此人挥舞着一双巨大的铁拳，而他正是勇者尤因。恐惧是用来面对的，而不是逃避。伴随着铁拳的嗡鸣声，尤因快速落下，拳头挥出的那一刻，尤因就震惊了，完全没有看清他是怎么避开的。斯瓦德双手插兜的方式惹怒了尤因，既然你不想用那双手和我打，那我就帮你给他扯下来。斯瓦德已记不清有多少个说胡话的人了，他只记得那些人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手就在这，你尽管来取，我不管你是哪来的魔物，胆敢在帝国的地盘撒野，我必将你粉碎。尤因强大的能量迅速爆发，出拳的一瞬直接划破了空气，空气无法承受冲击，发出了雷鸣般的炸响。顿感不妙的斯瓦德立即伸手阻挡。就在双方接触的这一瞬，这女人是何等恐怖的怪力！这一拳的重量少说也有万斤，伴随着空气爆裂的声音，斯瓦德所撞之处皆是一碰就碎。这就是你轻视我的下场，下辈子记住了，手别乱插兜。什么？
烟尘逐渐散去，尤因被突然的笑声吓得受了一惊。我还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小鬼，没想到人类里面也会有怪物。此时尤因的内心不停地在重复不可能，为什么他还能站得起来？按照尤因以往的经历来看，哪怕是 S 级的地下城 BOSS 也扛不住，吃到满满的一拳早就形体涣散了，而且能扛住我3次挥拳的杰作仿品，这次居然才用1次就碎裂了，难道是他刚才伸手阻挡造成的吗？此时的尤因断定了一件事，他的危险程度已经远超 S 级的地下城了，而且还完全摸不透这个怪物的能力。斯瓦德一声嗤笑后，身体也随之复原。作为人类，居然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，你还真是给了我个意外的惊喜啊！但是很遗憾，话音刚落，斯瓦德便化作黑影袭来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就在此时，一声呼喊吸引了尤因的注意。为什么你还要过来？来人正是加洛。只见加洛撕开一副卷轴后，一股强大的法力瞬间喷涌而出。相信我，尤因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。在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，残破的拍卖场也只剩下他们2人了。吓死宝宝了，你这个呆瓜！那种程度的攻击你都敢用手硬接？斯瓦德表示刚才确实很危险，他的力量甚至超过了肉身强横的魔王。要是那一击命中心脏的话，我肯定会被吓得砰一下解开变身术。这件事要是被帕特里克知道的话，斯瓦洛你过来，我要找你小小的聊一下。想到那个画面，斯瓦德就感到后背发凉。比起蓝毛，有件事更令斯瓦德在意。就在他忙于对付蓝毛的时候，那个粉毛带走了所有的人类。最让斯瓦德钦佩的一点是，他居然能在那种紧要的关头出现，还给蓝毛下了数道保护与传送法术。这2只小老鼠还真是有点意思。下次见面时，希望你们还能给我点惊喜。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，尤因掉落在了远处的一个街道上。此时的他还不清楚自己为何在此，难道我是被那怪物一拳轰飞了吗？也不知道加洛和拍卖场的人怎么样了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尤因，来人正是加洛。他的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太好了，加洛，你也活着出来了！你这呆瓜还不好好的感谢一下我，我再晚一步就要去你家吃席了，知道吗？可尤因谢字刚出口，他就语塞了，声音也止不住的开始颤抖。一眼看去，只见加洛的衣服已被鲜血侵湿，就连手臂也没了。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我又不会死。顿时尤因就哭成了泪人，不停的自责。你想勒死我吗？你这个呆瓜！帝国的勇者哭哭啼啼是会被人耻笑的，用1条胳膊换我们2条命已经很便宜了。看来你还不知道那个怪物是谁吧？他就是太古中枢里的最强 BOSS 斯瓦洛。闻言，尤因的虎躯猛地一震，结结巴巴的从嘴里挤出：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地下城里的怪物吗？为什么会跑到帝国的首都来？加洛表示他也不知道斯瓦洛的理由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证明他身份的，那就是怪物的鞋子上还残留着勇者伯尼尔的法力，而这样的怪物会到人类的土地上来，背后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继续这么下去，很可能会导致帝国灭亡。他要真是斯瓦洛，那我们不是应该更要拼命的拦住他吗？随后加洛告诉尤因这怪物的恐怖之处，这件事并不是他们2个能解决的，当务之急是要通知皇室进行增援。以加洛目前的状况，还不能带着尤因，只能独自飞行到皇宫把消息传回去。所以加洛再三的向尤因嘱咐，一定要在这里等着他回来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约定，无论之后发生什么你都不能过去。不等尤因的呼喊，加洛在一阵闪光过后便消失了，转眼回到了拍卖场。此时的斯瓦洛纠结于2件事中，要么是放过那群蝼蚁直接去哈斯丁，要么是追上去灭掉这2个危险因素。这瓜皮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那大病？想到这里，斯瓦德决定还是先找雷姆，他的遗体现在可能还在人类的手中。随后斯瓦德示意梅尔干一票大的，可回头一眼就看出了他有点不对劲。这家伙嘴上说的没什么事，可这根本就不是没事的表情，憋了2分半的屁，梅尔还是忍不住了。而原因竟然是梅尔越看斯瓦德越帅，他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梅尔的预期，甚至比他所知晓的雷姆还要厉害。梅尔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，他期待着斯瓦德能亲口说出那个名字。斯瓦德，你到底是谁？斯瓦德一脸无语，原来是在想这个。奇怪，刚刚什么东西打了我？没有，就是有个蚊子飞过去了。梅尔，你放心，斯瓦德永远会是你认识的那个斯瓦德。等到这件事结束之后，到时候我全部都告诉你，好吗？梅尔点头表示同意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你可不能忘了。来吧，梅尔，给这群小卡拉米狠一个。随后梅尔一把甩了外套，再次以恐怖的魔王之姿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就在他释放高级魔法重剑的下一秒，首都的中心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随之而来的是响彻天际的巨大火焰。顿时全城的人类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尤因一眼就认出了那正是拍卖场的方向，在首都的中心区域做这种事情，这该死的怪物难道是来屠戮人类的吗？正当他要动身前往拍卖场时，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加洛对他说的话，千万要在这里等他回来。帝国一共有3名勇者，他们是代表帝国展现实力的象征。可勇士伯尔尼战死在太古中枢之后，全城的人都在批判这个曾经的英雄，负责保护民众的人居然因为贪念丢了命，于是重任与责难全都落在2名勇者上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强压着怒火和委屈，还有生而为人想要活下去的生存本能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民众更重要的了。姐姐，我的爸爸还在那里，求求你救救我的爸爸！突然一声震天的大吼吸引了所有人，大家都不要担心，我会解决这一切的，因为我是勇者。尤因，西斯特利亚，那只怪物的脑袋我会亲手给他摘下。
就在刚刚，尼布林一行人抵达了太古中枢，才刚进门没多久就感到了一丝诡异。刚刚走过的1号房里有着成堆的怪物尸身，而现在的房内却是空无一物，就像是有人刚刚收拾过的一样。尼布林扭头询问了元芳怎么看这件事。按道理来说，伯尔尼的队伍打通了5关，是不可能做到边攻击边清扫的。闻言，尼布林立刻想到了只可能是怪物。该死的怪物！我知道你就在这，快给我滚出来！你以为弄点小伎俩就能让我们中计吗？话音刚落，一处阴暗的角落便传来瘆人的咔咔声，你的嗓门把我的耳膜都给震痛。在尼布林的示意下，西尔维亚立即释放了光明法术，随着法球逐步将房间所照亮，只见一个一脸和善的怪物坐着一动不动。大老远的跑过来，还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尼布林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帕特里克。该死！左路的守门将怎么跑到右路来了？你们知不知道我足足想了一整晚的时间，就是等你们来了可以有个帅气的登场，现在全都用不上了。要不咱们坐下来小聊一下？尼布林的闪身突刺被帕特里克单手抵挡，你我势不两立，有何可聊？你还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也不给我喘口气的时间。话音刚落，尼布林的身后就出现了数道冰柱，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炸响与雪花，猛烈的斩击接踵而至。正当帕特里克要拔剑抵抗时，令他诧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尼布林的短剑精准地命中了剑柄，就像是提前知道了一样。这股力量的余威使骷髅的手不停颤抖，显然他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范畴。一眼望去，尼布林的周身被法阵所环绕，数十种增幅状态布满了他的全身。待会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。原来你力量的来源是增幅法术，这特么和挂逼有啥区别？不过你这增幅的时长只有2分半，时间一到我就会把你送回蔡徐村。突然僵直和虚弱席卷了帕特里克的全身，对付一个骷髅而已，你们这也太赖皮了吧！尼布林一脚踹在他的臀骨上，来呀，继续你个小黑子起来说话，你说要把谁送回蔡徐村？只见帕特里克的脑袋突然调转了2圈半，想不到我也有被人类逼到绝境的一天。帕特里克的视线缓缓地挪到了绿毛身上，果然我应该先解决掉那个法师的，要是没了那女孩的法术，你在我这连个屁都算不上。此言一出，尼布林直接红温，一脚践踏将帕特里克狠狠地嵌入地中。这就是你的临终之言吗？说完了就给我把嘴闭上。抱歉，我看到你们得意的样子，实在憋不住。我这次可是全身心的投入表演哦。最近这几年的人类都太无聊了，我也想感受一下被虐的危机感。但送你回村的话，我可是没跟你开玩笑的。谢谢你们陪了我玩这么久。昏睡了2分半的尼布林突然惊醒，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怪物的恐惧感。他不明白帕特里克怎么只是个守门将，甚至还隐藏着传闻之外的能力。小宝贝，你醒了呀？在你见太奶的这段期间，我已经处理完了。而尼布林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什么情况。算了，还是你亲眼确认一下现状比较快。凡是见过我黑死骑帕特里克的人，从来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过这个地下城。看来你们只从那本书里知道了我的名字，并不知道我还会整点花活呀。随后帕特里克将绿毛还给了尼布林，只有他还算有点本事，没想到他还会使用广域的神圣魔法，整得我臀骨到现在还是有点痒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尼布林吧？那个绿毛法师在死前一直喊着这名字。刚说完，帕特里克就学起了绿毛的口气，也跟着喊起了尼布林。面对帕特里克的贴脸开大，尼布林也只是保持着沉默。帕特里克看到他的反应，顿时就没了兴致。你这个男人真是拔剑无情啊！帕特里克不明白皇室为什么只派这点人，而且都是些只会唱跳不会 rap 的弱鸡。快说，你们到底隐藏了什么？现在温柔和善的骷髅给你个选择的机会，想要回答你就举右手，不想回答举左手。很好，我很欣赏你，是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。面对尼布林的挑衅，小骷髅瞬间暴起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希望你能死得慢一点。也不知道这些玩意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，下辈子注意点，别到处给人惹麻烦。此时被捅了个对穿的尼布林，在帕特里克走后，立刻扒拉起绿毛的外衣，眼睛的余光还始终盯着骷髅离去的方向，生怕帕特里克会杀他一个回马枪。对不起，西尔维亚，当初我就该听你的话，早点离开地下城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一定会向你赎罪。但今生的话，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因为我必须要活下去。此时的帕特里克正藏在房间的角落，他预料到了皇室会有阴谋，但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是个吞噬者。而帕特里克突然来了兴致，想要把他当作实验对象。吃掉小可爱之后，伤口会恢复吗？还是说会跟斯瓦洛一样越吃越强？这些都只有等他恢复后再考验了。相比于这个参种，帕特里克更费心的还是自家的老板。他只祈祷这个瓜皮千万别在外面惹事。转眼来到了里亚泽，被梅尔略施小计的城市已是破败不堪。忽然一只80码的脚破墙而出，斯瓦德被魔法轰得懵逼又伤脑。梅尔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高阶魔法重建，是毁坏地表和大规模对城市使用的。就问你朕这波清理的干不干净吧？还不赶紧表扬一下朕？斯瓦德一脸无语，难道没有小一点的吗？梅尔一听，立刻模仿起斯瓦德的表情。不是你耍帅的告诉我给他们狠一个的吗？斯瓦德表示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复杂了。人类听到动静很快就会将这里包围，必须得让梅尔先离开这里。梅尔，你还记得回传送机的路吗？梅尔给予了肯定的答复。你是要朕过去守着吗？没错，接下来会有很多人类赶往那里。斯瓦德示意梅尔可以先过去，这边的小事处理完后再一起去哈斯丁。梅尔听完懵逼了2秒半，你一直在说哈斯丁，可我还不知道哈斯丁到底在哪。
那你总知道太古中枢怎么去了吧？虽然我每次都说太古中枢是我最喜欢的，可我只在书本里查到离它最近的村子。没事的，知道就好，你快去吧。要是人类来的太多，你就直接传送走。随后的两人展开了一场分头行动。放心吧，斯瓦德镇一定会死守传送机的。斯瓦德刚站上毁坏建筑的最高点，便感觉到不远处传来了密集的震感。斯瓦德俯视着这群一眼望不到尾的蝼蚁，君临天下的威压感使得众人停下了脚步。正如他所预期的一样，负责守卫这些贵族的冒险团会陆续赶来，而他们还只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是帝国9大家族下属的青鹤冒险团，我是冒险团团长卡斯佩尔，来将何人报上姓名。然而斯瓦德并没有鸟他。怎么这群人类跟梅尔都一个鸟样，都喜欢开场前自报家门？斯瓦德轻蔑一笑地告诉众人，对于你们这群将死之人来说有必要吗？从古至今我们之间的称呼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请各位吃顿晚饭再走吧。随后斯瓦德的身体就露出了满嘴獠牙。转眼百人围攻已经过去了2分半，尤因感到时已被眼前骇人的一幕所震惊。这堆积如山的全是小可爱的残躯，怎么难不成你也是来寻死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阻止你的斯瓦洛，因为我是勇者尤因西斯特利亚。我没有问你是什么人，虽然气势上很不错，但凭你是赢不了我们。话音刚落，尤因再次携铁拳猛烈袭来，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必须要在这里阻止你。这拳的冲击直接穿透了斯瓦德的身躯，余波更是延长了数十米。然而尤因的攻击虽为霸道，但却无法动摇斯瓦德的1寸距离。很可惜，我只会让你攻击那一次。小鬼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能做到从我手里再逃跑一次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要不要放过你。他的力量怎么比我强？我根本赢不了这样的怪物，但我能为了人类争取一点点的时间吗？我必须完成身为勇者的使命。斯瓦德举着眼前的人类感到了一丝诧异，就算是魔王也经不起他这样造的。这个人类的肉身究竟是有多强？突然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斯瓦德。我是勇者尤因西斯特利亚，不能就这么倒下，绝不会让你靠近帝国的民众一步。我说了，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要在这里阻止你。这是尤因燃烧生命的最后一击，更是生而为人作为勇者最耀眼的一拳。这一拳虽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，却将名字打进了斯瓦德的心中。祝贺你，你的死确实是有价值的。奎因·亚特兰蒂斯，我会永远的记住这个名字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能记住多久。这是斯瓦德首次感受到能称为强者的人。作为敬佩你内心坚韧的奖励，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的死去。突然一阵狂风席卷了斯瓦德的全身，就连尤因也随之消失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们是香肠吗？为什么要一个个的上？我赶时间，你们抓紧点一起来吧。突然人群中传来了一声道歉，很抱歉，为了救尤因用了过激的方法，在背后给了我一刀后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们吗？很抱歉，斯瓦洛大人，跟您打招呼有点晚了，我是黑狼冒险团的埃德尔·布雷亚斯。就在刚刚，雷姆独自一人来到了边锋法师塔。人类，这里可以使用传送法术吗？卡拉米否定的回答令他甚是满意。很好，这样一来那女人就逃不掉了。仅是一瞬，雷姆就来到了卡拉米的身后。此时的雷姆就像猫进了老鼠窝一般，所有的卡拉米都是一个简单的照明，就被刀锋女仆的利刃瞬间抹杀。刚来到顶楼的雷姆就遇到了特蕾莎，此时特蕾莎也注意到了雷姆并不是人类。雷姆刚向他询问断头牙的去向，就遭到了特蕾莎的嘲笑。那已经是我的东西了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不过说归说，特蕾莎还是很在意雷姆为什么能活下来。随后刀锋女仆展开了架势，既然那张嘴不会说话，还是撕了拉倒。特蕾莎一声响指后出现了一张法术盾牌，就你这几把破飞刀也敢和我这个会长打？特蕾莎的话还没说完，3把飞刀直接穿透了他的盾牌，这可是能抵挡10次伤害的，怎么瞬间就没了？这个银发的怪物究竟是有多强？雷姆的瞬身紧随其后，怒火点燃之下，雷姆杀意已决，就算你再怎么生气也无济于事。那把断头牙我早就拿去竞拍了。随后特蕾莎展开了领域法术，顿时上空雷光大作，出现了一道法阵。我承认你的确很强，但是再强也没用，从没有怪物能活着走出我的最强杀招。随后特蕾莎的周身浮现出数十把长矛，他们是无视一切防御的朗基努斯之枪，在短暂的附魔后威力更是提升了数倍，而矛头全都无一例外的对准了雷姆，甚至连一丝躲避的空间都没有。随之而来的是穿透建筑的剧烈炸响。小鬼，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，明明是一只怪物，却要假扮人类，落到如今的地步，只能说你活该。可特蕾莎还高兴不到2秒半，一柄飞刀就从他的眼前迅速划过，顿时他惊得瞳孔一震，等到反应过来时，双手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都被我贯穿了，还能控制飞刀？只是没了手臂而已，别给我大惊小怪的。若是能拿出断头牙，我些许还能放过你，但是啊，很可惜你拿不了了。此时的特蕾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我不想死，谁来救救我？话音刚落，特蕾莎就倒在了血泊之中，求救的声音也逐渐模糊。这是雷姆存在这世上最后的痕迹，如此一来便会断了斯瓦洛以后寻找他的线索。就在雷姆因伤过重快要倒下之时，突然的一声呼喊吸引了雷姆的注意。只见一个绿毛男赏了特蕾莎几个逼兜，不停地喊着老大快醒醒。特蕾莎清醒后立即示意绿毛快杀了他，可绿毛看向雷姆后不仅没有反应，反而掏出了宝石问特蕾莎能不能看清。特蕾莎此时心里1万匹马奔腾而过，老娘血都快流干了，还让我看啥玩意？老大，这是装着传说法术的高级宝石，只有你的法力才足以驱动它。可雷姆一眼看去就发现，这宝石上散发出的气息与上次的相同。谢谢你能来救我，我终于能活下去了。
等他瞳孔一震，反应过来去为时已晚。就在恶魔钻进他身体的一瞬，特蕾莎的身体不停地挣扎着扭曲着，而绿毛却在此时发出了阴冷的笑声：“老大呀，老大怪就怪你树敌太多了，别人甚至都要上门找你复仇，就连你的本家格劳米茨家族都下了命令，只要你做了异常举动，就直接将你抹除。好久不见了，莱勒乌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非常感谢你能替我除掉这个祸害。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我这个目击者的，所以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”话音刚落，特蕾莎的身体就开始迅速膨胀，直到变成了个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小可爱。此时的雷姆右眼已经完全看不清了，就连身体也难以支撑。面对袭来的小可爱，他感受到了大限将至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。斯瓦洛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哪怕只见你一眼。不知道现在的你也会如此想我吗？我不允许你用那双脏手挡住我家的路，更不允许你的臭味遮盖住斯瓦洛大人留给我的气味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绝不能死在会被斯瓦洛大人找到的地方。然而雷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失去了知觉，倒下的瞬间就被小可爱一巴掌拍飞。斯瓦洛大人会因为我的死而伤心吗？转眼回到了里亚泽，此时的斯瓦洛好奇地向埃德尔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身份？”埃德尔表示是手底下的人认出来的。我可没有时间听你们废话，我说了想跟我打的话，抓紧点你们一起上。您误会了，斯瓦洛大人，我们来此只是为了和您做一笔交易。斯瓦洛一听，当时就笑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我会和人类做交易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你可想过后果？话音刚落，斯瓦洛便朝着埃德尔袭去。就在埃德尔即将被吞的前一秒，埃德尔说出了我知道断头牙主人的位置。斯瓦洛一听，立刻收回了巨口。我想您来这肯定不是为了把武器这么简单，所以我是真心愿意帮你解决问题的。那我要是说我不需要呢？或是说整个帝国因为你的一句胡话而毁灭，你能承受这样的后果吗？埃德尔知道这无异于一场豪赌，反正错了和不作为都是毁灭，还不如就让他试一试。那我就给你这一次的机会，马上把断头牙主人的位置告诉我。在埃德尔的示意下，加洛再次来到了斯瓦洛的眼前。只因加洛的技能可以探查出魔力的方向，所以必须要斯瓦洛拿出断头牙。要是你敢和我玩花样，我不介意把你另一条手臂给吃了。在加洛施展追踪术之后，探查到气息的来源正是哈斯丁的西部，而斯瓦洛一听就知道那是边锋的位置。一想到雷姆会甜甜的喊着斯瓦洛大人，斯瓦洛就高兴的忘了身边还有其他人。这次我欠了你们两个人情，我会记住你们名字的。作为报答，我给你们一个警告，永远都不要踏足到太古中枢。随后斯瓦德来到了传送房的内部，梅尔张嘴就骂道：“你这臭家伙怎么才来？”斯瓦德看到这里一片狼藉，也是无语。本意是让他先走，没想到还真守下来了。你看，朕遵守了约定，保住了传送机。在梅尔倒下的瞬间，斯瓦德用尾巴缓缓地将他托起，轻轻地摸着梅尔的脑袋。谢谢你，梅尔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可来到传送机前，斯瓦德又懵逼了，这玩意是怎么用的？不管了，先试下魔力吧。坐标位置哈斯丁。就在魔力进入传送机的那一瞬，保护罩因无法承受魔力直接爆开。要是梅尔知道他好不容易守住的传送机，结果被我给毁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事到如今，也就只能解开德梅乌拉了，但那还要解除变身术，恢复真身才行。这就等于是告诉所有人我的本体所在。要是帕特里克知道雷姆还活着，而我没把雷姆带回去的话，他肯定很失望。当务之急是找到雷姆要紧。我要是这样跟帕特里克解释的话，他应该会理解我的。随后一声剧烈的震感席卷了整个里亚泽，周围的建筑全都因此冲击成了碎渣。这是他首次以真身出现在世人眼前。随后斯瓦德以边锋的坐标施展了瞬移，恰好见到了雷姆被轰出法师塔的一幕。这手的大小和温度，雷姆是再熟悉不过了，而现在就和80年前的自己被救时一样。在人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之后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同一个斯瓦洛大人。我是一个长得特别长的地下城怪物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这个才是我。只因这个小可爱伤害了我最重要的家人，我必要让他知道惹恼一个君王的后果。我去就来，你就待在这里，别乱动。此时的雷姆只感觉这一切如同梦境，可斯瓦洛手部的温度又令他沦陷其中。斯瓦洛看清眼前的怪物后，只有一种感觉，这玩意长得是真特喵奇丑无比。顿时小可爱就被这霸道的一拳所震慑，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与不解。然而这一拳也只是个开胃小菜，随之而来的是斯瓦洛爆发而出的无数尖刺。吃痛之下，小可爱愤怒地向斯瓦洛咆哮着，可喊得越大声，体内的蓝莓汁流失得越快，眼里充满了对斯瓦洛的愤怒与杀意。斯瓦洛对这软绵绵的袭击感到十分不悦，你小子该不会觉得自己能赢吧？话音刚落，小可爱就被斯瓦洛高高举起，告诉我1000减7等于几？对了，不好意思，忘了你不会说话，那你到底不懂礼貌？别人在问你话的时候要给予回应，不懂吗？失去蓝莓汁的小可爱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就连看斯瓦洛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。当试图求饶的小手触摸到斯瓦洛的那一刻，谁准你用那双手来碰我？真特喵恶心！这期间，斯瓦洛足足挤了2分半的蓝莓汁，可他发现这玩意不管怎么挤都会快速恢复。斯瓦洛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魔物，每次恢复后重新支棱起身体，都会用那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自己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什么事都干不好，当然这也除了你。小可爱一听求饶无用，立马红温，
触手直逼斯瓦洛而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地下有个法力源泉吗？没了他的法力供给，你早就形神俱灭了。我不拆穿，也只是想多揍你几拳，仅此而已。就在此时，大地突然崩裂，一张庞大的深渊巨口赫然出现，将小可爱连同法力源泉一并吞入腹中。这小可爱的味道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，就像是3年不洗的袜子掉进了酸菜缸。在一切结束之后，斯瓦洛反而语塞了：“对不起，雷姆，我来迟了。”可雷姆听后依旧是无动于衷的坐着。在这之前，我想了很多要对你说的话，真正见到你时，我却大脑一片空白了。早知道我就该全都写下来再跟你说。对了，我瞬移过来时不小心压扁了个绿毛，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不要紧吧？雷姆听后一阵无语，这呆瓜大老远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个。斯瓦洛此时想起了帕特里克的话，哪怕是亲他脚丫子也得把他带回去。雷姆，我是来向前几天的事找你道歉的，我不该对你说那么过分的话。太古中枢不仅需要你来当守门将，其实我也很需要你。斯瓦洛大人并没有对我做错什么，是我一己私欲做了那种事，没脸见您了。斯瓦洛大人，您难道不会恨我讨厌我吗？对此，斯瓦洛坚定地表示永远不会，因为在斯瓦洛的心里，雷姆永远是他最亲最爱的家人。随后，斯瓦洛从裤兜里掏出了个大宝贝。当雷姆见到断头牙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斯瓦洛已经知晓了全部的事情，顿时小珍珠就忍不住的掉了一地。斯瓦洛大人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的生命里没有斯瓦洛大人是不完整的。斯瓦洛表示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难道你想让我整天想你想的愁眉苦脸吗？跟我一起回家吧，雷姆，大家可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。转眼回到了80年前的某一天，斯瓦洛外出时再次偶遇了莱勒乌，索性将他带回了太古中枢。帕特里克一听他是人造人，立刻来了兴致，这里可是充满黑暗气息的太古中枢，他待在最强的 BOSS 房内居然没有一丝害怕，这就说明他有着很强的精神力和抵抗力。当帕特里克问到怎么安顿莱勒乌时，斯瓦洛表示他的天赋不错，可以学习剑术，而且还当过女仆，做饭应该不成问题。等一下，老板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打算让谁负责来教他这些东西啊？斯瓦洛随即小手一指，这个重任当然是非你莫属啊。帕特里克听后直接沉默。斯瓦洛表示自己一天要睡48个小时，属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帕特里克无奈之下只能委屈接受，毕竟这是老板亲口提出的请求。话说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斯瓦洛表示首次见面有点仓促，记得好像是来什么屋。突然帕特里克察觉到少女在小声嘀咕，只见他缓慢地吐出了3个字：来了屋。可帕特里克觉得还是由老板起个名好点。在考虑了2分半后，斯瓦洛做出了答复：没有什么比雷姆这个名字更适合女仆了。帕特里克刚想称赞一下老板的才华，你特喵也睡得太快了吧？来吧，小雷姆，你要仔细看好我的表情。首节课我们要先从微笑开始学起。转眼回到了现在的太古中枢，斯瓦洛一进门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你小子是在外面跳狂乱之舞了吗？哈斯丁的震感都传到太古中枢来了，还有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斯瓦洛表示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见此一幕，帕特里克不由得开始怀疑，咱家的老板是不是专挑萝莉下手？最重要的是雷姆怎么没有带回来？一番沉思后，斯瓦洛还是道出了实情，其实他已经在哈斯丁找到雷姆了，看来老板还是被雷姆给拒绝了。没事的，别伤心了，老板，只要他还活着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或许是我们一直在束缚着雷姆的人生。帕特里克听完就感觉不对劲，你个被甩的人为什么要说的这么抒情？我一把老骨头差点就要被你给感动到了。斯瓦洛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雷姆不回来，那就由你当女仆吧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辞职信随时准备着，现在没了雷姆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。对此斯瓦洛也是毫无办法，只能期待着他某一天想家了会回来看看，所以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，未来的路很难，但也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。可帕特里克刚走2步就语塞了，老板你快起来，别睡了，他来了。闻言斯瓦洛立刻睁大了狗眼看向洞口，你们2个都吃了吗？要不要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下晚餐？可帕特里克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回头确认才发现一直没注意到这一点，立刻开启了与老板的私下交流。你把眼睛给他了，你脑子还正常吗？斯瓦洛给予了非常坚定的答复。其实斯瓦洛一直都很自责，因为雷姆是为了这个家才丢了一只眼，看不清宝石里有恶魔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我和帕特里克随时都会等着你回家，所以下次要看清楚了，把真正的爱情石带回来。而现在对雷姆而言，爱情石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和斯瓦洛大人在一起了。突然一滴水的掉落惊醒了梅尔，而他还没反应过来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抬眼就看到了一个在磨刀霍霍的骷髅。你好呀小姑娘，我可算等到你醒了，朕都还没娶妻生子呢，怎么就英年早逝了？你误会了，这里是太古中枢，不是阴间。梅尔一听立刻来了十足的精神，既然你不是死神，那你肯定是帕特里克。只见帕特里克突然起身对着身后一声吼，快点起床了老板，又是咋了呀？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吗？还有你叫我起床的方式能不能温柔一点？梅尔此时的内心充满着惊吓与激动，因为这简直太酷了。梅尔拜见太古中枢的霸主，屹立于万物之上的斯瓦洛大人，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长了？就在梅尔做起自我介绍时，斯瓦洛跟他一起喊出了梅尔德提莫。不愧是斯瓦洛大人，连我的名字都能猜到。其实只是梅尔的自我介绍太令人着迷，斯瓦洛想忘记都很难。此时梅尔突然想到自家的大狗斯瓦德，我记得那时候和他一起解决了帝国蝼蚁，怎么回到这人却不见了？我就是斯瓦德，你这个呆瓜！斯瓦洛大人，您刚刚在说什么？我说我就是斯瓦德，被你暴揍了几百拳的那个人。闻言梅尔直接吓得失声尖叫，甚至不敢想象之前自己做了什么丑态。对了，老板，刚刚梅尔说解决了人类这件事，你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？还是说咱俩去隔壁房单独的小聊一下呀？
关于这件事，我希望你能听我狡辩几句。与此同时，在格拉森林的一处角落里，一个卡拉米采药师突然被声音所吸引，而倒下之人正是逃出地下城的尼布林。谁来救救我？拜托了！就在卡拉米上前翻找草药的那一刻，尼布林突然抱起直冲他的脖颈袭去。这群该死的地下城怪物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活下去。这个消息我必须把它传回到皇宫，我要让你们这群怪物全都生不如死。男人身为地下城的王，却沦落为手下的狗。而这全都要归咎于他此前的种种恶行，仅是变身后的一口便将城市啃去了半个。就在刚刚，两个女人在太古中枢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她们要争的就是侍奉斯瓦洛的机会，正是自由自在的魔王城主人，哪会管你什么先来后到的规矩。说完，梅尔就展现出了傲人的实力与决心，只有这样的才能给大人意想不到的温暖。而雷姆在这方面就像是个一刀切的菜板，你什么档次也敢和朕一决高下。闻言，雷姆立刻炸毛，这80年来还没有人敢如此对他不敬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天就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梅尔见状又再补一刀，要不说你小短腿没实力还打不着。对此帕特里克也是敢怒不敢言。帕特里克他俩吵得我都无法入睡了。此言一出，直接给小骷髅怒笑了，也不想想是谁拈花惹草搞得这不得安宁。看来你是压根没看我今天送来的报纸啊，这其中就有几条很有用的信息。为了防御来自哈斯丁魔物的入侵，黎亚则开始大规模的从各地抽兵调将。最重要的是哈斯丁的领主已经自缢了，所以现在的哈斯丁很有可能已经瘫痪。而帕特里克翻遍2周半的报纸，也就只有3条是关于哈斯丁的信息。老板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哈斯丁只有这3条信息。顿时小骷髅的周身就释放出骇人的杀气。别忘了我臀骨下的辞职信可是准备好的。大哥息怒，我错了，我一定好好说话。要不你还是直接告诉我结论吧，我现在可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睡眠。小骷髅表示哈斯丁可能切断了外界联系。老板，你还记得当时摧毁的有多严重吗？斯瓦洛一想不多，好像也就一点点吧。帕特里克一听就明白了这一点点的分量。摧毁的如此严重，没有传出信息就非常可疑。太古中枢平常就非常需要哈斯丁的信息，监视了哈斯丁就能知道来的冒险队的规模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往哈斯丁了解现状。拖下去的话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。求求你自己去吧，千万别叫上我。看到帕特里克头也不回的走了，斯瓦洛只感觉到不可思议，难不成这家伙开始会体恤老板了吗？算了，管他呢，这样我就能多睡一会安稳觉了。美妙的一天当然要从睡觉开始。你好像对我一个人去有点不放心啊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还是多一个人比较好。话音刚落，斯瓦洛就被小骷髅一把拽走。要是让梅尔跟着一起去的话，他的魔法肯定把那个村子轰得渣也不少。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斯瓦洛大人，那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吗？相比于梅尔的魔法，斯瓦洛一想到雷姆的气势就后背发凉。这样一想，那也就只有我和帕特里克去了。我亲爱的老板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吧。这段时间的事很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此时的斯瓦洛已经掉入了小骷髅的圈套，任何的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。突然，斯瓦洛想到了一个决胜的因素。帕特里克，我是很想跟你一起去的，但是啊，很可惜上次的手环已经坏掉了，可我不能使用变身术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老板说的也对，没了手环确实去不了了。对呀，你要知道我此时的内心可是无比难过的，就像与挚爱之人分别时的那种痛。帕特里克，你真的会不得好死。我以后就算是去了阴间也要把你拉上。很遗憾呐，老板，虽然你这么努力的诅咒我，但我早就已经死了，而且也是你自己说的，因为没有德梅乌拉手环你去不了，所以反过来说就是有了就可以和我去了。随后两人便来到了哈斯丁的外围，而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收集相关的信息。要知道人类的村子多久能够恢复，首先就是看集市上有多少人的痕迹。斯瓦洛表示人都没有，我们回去吧。其二就是看房屋有多少炊烟升起。斯瓦洛表示过了饭点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其三就是看委托所内有多少佣兵冒险家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酒馆和旅店，那里汇聚着所有。奇怪了，这小子人呢？见到斯瓦洛听到旅馆会变得如此积极，帕特里克气得直接血压飙升，头骨炸裂。放心吧，小老弟，这路子我熟得很。当他们推门而入的那一刻，就感觉到这座城市是真的要凉了，别说是人了，就连只老鼠都见不到。然而最糟糕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，也就是所谓的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此时位于哈斯丁外围的一处荒野上，这里埋葬着所有哈斯丁内运来的死尸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他们被赋予了新的灵魂，成堆的丧尸响应号召，瞬间拔地而起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主人。越过哈斯丁的下个目标就是帝国的心脏，因为黑色灾难的出现，帝国现在非常虚弱，而现在正是我们攻破里亚泽的天赐良机。此时旅馆内的两人还在探查此处的信息，对这长发骷髅的举动还毫不知情。突然阁楼的声音吸引了帕特里克的注意，我是这家旅馆的老板，请问你们两个来此所为何事？显然旅馆老板也很清楚，能在这特殊时期到访的人绝不会有善茬。为了打消旅馆老板的疑虑，帕特里克表示自己是黑犬冒险团的人，来此也只是为了调查事件的情况，希望老板能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。听闻是客人，老板还是无奈的拒绝了。由于黑色灾难的出现，城内食物早已清空，在这情况下，多数人还是以避难为主，尽量避免与外乡人有过多的接触。帕特里克一听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，随即丢出一样东西示意
老板收下。怎么样，现在可以给我们准备房间了吗？楼上请我尊贵无比的冒险者大人，我为您准备了888号豪华包间。就在此时，旅馆老板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即询问到冒险者大人身后的是什么人。你说这个呀，他只是我的奴隶而已，因为他帮了我很多，所以给他相应的待遇。喂，你这家伙什么意思？把嘴给我闭上，等会我再跟你说。所以这个奴隶会跟我住同一间房。刚进门，斯瓦洛就感到十分意外，这比他之前在里亚泽住的旅馆可好多了。话说回来，刚刚为什么要把我叫做奴隶？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只见帕特里克偷偷的把大宝贝塞进抽屉，随后反问起斯瓦洛的衣服，穿成这样，难不成说你是丐帮帮主吗？奴隶可是主人的所有物，别人不会盯上你，而且我可是黑犬冒险团的成员，身旁怎么能少了一条忠诚的恶犬？随后帕特里克表示要出一趟门。老板，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要马上睡觉？那肯定的，而且我下辈子还要当一颗石头。斯瓦洛顿时觉得主人终于说了一回人话，要不说年轻真好，倒头就是呼呼大睡。自从黑色灾难降临在大广场之后，皇室就需要一个为此灾难负责的背锅侠，这本该落在哈斯丁领主上的黑锅，现在皇室还没出手就变成了领主自缢。很显然这其中的双方都有很大的阴谋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潜入领主府，调查清楚新领主的身份。而皇室在失去背锅侠后肯定会祸及家人，所以新领主若是老领主的血亲，也很有可能会成为皇室的新目标。而帕特里克刚来到领主府就发现不对劲，整座城只有在这出现了大批量的士兵，要放倒他们虽然是很容易，但此时已快天亮，显然是来不及了。所以探查新领主的身份这事得往后推迟。而城内的几处可疑点更令帕特里克在意。与人类不同的是，帕特里克身为王者，对死尸会更加的敏感。在他破开了一道通往地下的暗门后，从底部竟然飘出了一股死尸的余香。此时的斯瓦洛刚睡着就被敲门声所惊醒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。帕特里克不对，我主人已经出门散步了。老板表示为了感谢冒险者大人的重金，想要请两人下楼吃个便饭。在告知老板姓名之后，斯瓦德向老板询问起哈斯丁的现状。老板表示黑色灾难降临广场之后，存活的人见到那般场景全都吓跑了，所有商人与平民都不敢回到城内，哈斯丁也就这样与外界彻底断了联系。城外饿死的人堆起来更是像座山一样，所以老板奉劝斯瓦德还是早点离开为好。就在斯瓦德下楼的2分半后，一名不速之客悄悄地打开了他房间的窗户，很显然有个人的大宝贝要保不住了。糟了糟了，帕特里克的大宝贝终究还是保不住了，这可是象征男人尊严的重要之物啊！就在刚刚，斯瓦德前脚刚与旅店老板下楼吃饭，后脚就有一名红毛偷偷地潜入了房间。他一眼就看出了这豪华包间的价值，而且断定了主人不是外地人，那就是本地人。看样子房间的主人八成是个富得流油的商人，肯定藏着不少正能量的好东西。这波不拿光都对不起我苦等的2个半小时。而红毛刚想开始零元购，就被床上的一件衣服吸引了注意。这抹布的味道闻起来怎么有点像狗穿过的，少说也有几10年没洗过了吧。算了，这玩意用来当个包袱也还是可以的。可他一打开行李箱就显得非常失望。奇怪了，这里面怎么什么也没有？难道是刚刚出门的那个铠甲人带走了吗？不可能啊，他的铠甲里也不可能藏着东西。当红毛心急火燎地翻找所有抽屉时，终于在第2排的抽屉里发现了神秘的物品。只见一根长条形的宝物藏在了抽屉深处，周身散发着让人很不舒服的诡异气息。突然，一个大大的问号涌上了红毛的头顶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才会有如此大的零件？在经历了2个半小时的探查后，帕特里克一回来就发现老板居然没睡觉。你回来了，主人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老板，我刚刚去了一趟领主府，打算看下新领主的，但那边的戒备太森严了，我只能无功而返了。比起外面发生的事情，帕特里克还是更在意老板为什么还没睡。还能为什么？那个旅店老板看上你了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他告诉了我哈斯丁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。斯瓦德的话差点惊掉了帕特里克的伤疤。老板是不是病了，居然会主动参与调查了？哟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少年吗？这简直比谋财摇出5个5还要难得可贵。还有啊，老板，你睡觉的时候最好别开窗户，现在特殊时期可能会有小偷跑进来的。斯瓦德一听顿时懵逼2秒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开窗户啊！哈哈哈，老板你可别跟我开这玩笑啊！不是你难道是风吹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真是风或者是小偷吧。我操！糟了，雷姆亲手给我做的衣服不见了，我的也没了。老板，你有没有看见我放在抽屉里的东西？那个大大的宝贝。斯瓦德一脸疑惑，丢了什么东西居然能把帕特里克吓成这样？老板，这说出来有点难以启齿啊，毕竟那玩意可是我身上最大的一根零件。都跑了3条街了，这样一来他们应该找不到我了吧？就在此时，一个沉重的声音叫住了罗莎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一个人往外面跑？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本来食物就很少了，你这样偷偷的往外跑会让大家怎么想？
托特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次是为了大家的活路才出去的。浪费体力的行为也能算是为了大家吗？大半夜的，我是来听你讲笑话的吗？突然，远处传来的呼喊打断了两人的争执。你们两个怎么起的比鸡还勤快啊？作为小偷不害怕在夜晚行动，你的胆子倒还是挺大的。但你什么话也没留下就跑过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做事情前你先想想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现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里和你以前那个温馨的家已经不同了。知道了，队长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随后罗莎将偷到的宝物倒在了地上，听到是旅馆顺来的队长脸色瞬间大变。看他们住在旅馆最好的房间里，而且还把这个玩意藏得很深啊！我想它的价值肯定是非常昂贵的。可队长听完罗莎的话后，眉头更加紧锁了。这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高价值的物品，而是一条人类的肋骨。托特一听，直接一句好家伙，原来你小子还是个搬山派的。队长闻言立刻否定了托特的说法，因为他如果是搬山的，不可能显得这么自豪。这肋骨很有可能是别人用于法术而收集的。这世上有人甚至把这种东西当作收藏品，而队长此时最在意的是，这个肋骨的主人体格究竟是有多高大。如果他是被人用于降灵术或者黑魔法的话，那现在的情况就会变得很危险了。还有这衣服表面看上去虽是很像乞丐穿的，可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面料。就在队长抖动衣服时，口袋里传出了一声意料之外的脆响。这些金币加起来都足够在里亚泽买套房了。你们这两个蠢货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可是有个很大的麻烦了。把这些信息全都串联起来的结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玩意的主人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个时候他们还要来垮掉的哈斯丁，显然就不是什么单纯的目的，还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队长刚说完话，身后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。早上好呀，练习时长2年半的小偷们，既然你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，该怎么做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该死的，这两家伙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斯瓦德一眼望去，看到衣服还在小卡拉咪的手上，也总算是松了口气。要是衣服找不回来的话，被雷姆知道了这件事，哈斯丁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更恐怖的事情，到时候他的怒火肯定会牵连到我的身上，毕竟是我再三要求下把老板带出来的。不行啊，这衣服可千万不能给他们搞坏了。随后队长立即示意身后的二人别轻举妄动，要我还回去也可以，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究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这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是你手里的大宝贝在呼唤我而已。好累啊，快点结束吧，我想回去睡觉了。算了，我就忍你一次吧，毕竟老板今天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。怎么样，现在可以将东西还给我们了吗？然而队长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，我就是还了也不能保证你就会放过我们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根据罗莎的描述，他并没有留下痕迹，也就是说这两人极有可能是黑魔法师，不然绝不可能做到远距离追踪这种事。你们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吗？这样讲也没错，洞里确实有点黑。果然这个人是黑魔法师，那这个肋骨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吧？当然啊，这毕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像你的身体一样重要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还给你好了。话音刚落，队长就把2根肋骨抛到了空中。你个老六居然跟我玩阴的！随后队长立即示意两人快带着伤员撤离，这里就由他来断后。我的大宝贝啊！经过帕特里克的奋力一扑，2根肋骨还是有惊无险的接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阴暗的角落里缓缓地透出了一个人影。他是地下城的王，却是个耍无赖的痞子。为了能够安心睡觉，他可谓是绞尽脑汁，甚至想一口气缩了这群小卡拉咪。可和善的主人绝不允许自家的狗如此放肆，因为他有着一个帅气又逼人的完美计划。就在刚刚，帕特里克刚接住自己的大宝贝，就有一名男子从黑暗中举起了右手。帕特里克虽是懵逼，但却一点不伤毛。2.5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俺们村的野猪吃了这一招也得记啊！你们都看到了，是他们先动的手。那么接下来可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名小卡拉咪突然从身后杀出，短刀在入骨的那一瞬应声而断。斯瓦德的随手一拳，便使他昨夜消化的酸辣粉就涌到了嘴中。大哥好辣呀！不对，大哥饶命啊！随后斯瓦德向主人问到这个该如何处置。帕特里克表示咱家的野猪怪需要配种，他们可是上好的苗子。2.5一听当时就慌了，想要跑路，却不料被一只无情铁手当场拿捏。这一掌是教你小子如何正确的配音，难不成你小子也想吃酸辣粉吗？很好，那就买1送1，再送你1掌。在经过长达2分半的爱之教育后，斯瓦德的衣服也是完好无恙的拿回来了。令帕特里克也没想到的是，没落的哈斯丁内部还隐藏着这么多人类。本以为他们会有村子的地图，结果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有。早知要浪费时间，还不如直接解决了拉倒。帕特里克刚扭头想问下老板的意见，却不料主人快来和我躺一会，这里好舒服的，灰尘我都已经给你拍干净了。果然这小子一天不揍就要上房揭瓦。此时人群中突然走出了一个人，颤颤巍巍的话吸引了2人的注意。大佬们对不起，那个东西是我偷的，那个音也是我弟弟配的，我的弟弟已经记了，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，这事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此时托特一把拽起了罗莎，你这蠢货，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留下活口。斯瓦德一听就乐了，想不到这群人类里面还是有聪明人的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帕特里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帕特里克淡定地表示当然知道，一群土鸡瓦狗而已，只要2秒半就能解决。随着帕特里克的步步紧逼，2人的酸辣粉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托特见状，立即掏出短刀挡在罗莎身前。你要赶过来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。随后，罗莎立即掏出了一件宝物。托特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死的。在一段简短的咒语过后，罗莎的周身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见此，帕特里克的虎躯也不禁的一震。不等罗莎继续念完咒术，帕特里克便以极快的速度闪至他的面前，一把将其举起后，立刻向罗莎问道：“这玩意你到底是从哪弄来的？”可罗莎就算不说，帕特里克也很清楚，这是一只鸡，而这畸形的宝具中蕴含着监视用的魔力，即使是帕特里克也很难想象，在这贫民区居然会有能用监视魔法的人。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此事大有蹊跷，再次一个闪身来到斯瓦德的面前。老板，哈斯丁的平民好像被什么人给监视了。那女孩虽说是觉醒了那只鸡的功能，可那宝具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发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确认发动的条件，才能顺藤摸瓜找到这背后的人有何阴谋。斯瓦德听后也产生了相当的好奇，哈斯丁并不是个因魔法而盛名的城市，但却有着这么多古怪的魔法宝具。随后小骷髅表示要对人类采用怀柔策略，希望老板能够配合协助一把。斯瓦德一听就懵了，这群人类都惧怕成这样了，你还怎么怀柔？只见帕特里克敲了敲头上的肛门，告诉老板，聪明的智商已经占领高地了。帕特里克告诉众人自己是受皇命来此的，而命令的其中一条就是不能留下痕迹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你们偷了东西才会对你们出手的。两人听后一脸疑惑，难道你是皇族派来的吗？没错，我们正是皇室直属的秘密组织罗奥诺之屋的影子冒险者，对此你们可以完全放心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这时候就有好奇的卡拉米要问了，为什么冒险者大人会来哈斯丁？帕特里克表现得十分正能量地告诉众人，拯救哈斯丁是我们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而自己不惜违抗皇命，选择不杀掉所有人，是需要众人提供哈斯丁相关的全部信息，只有快点弄清楚情况，找到原因，我们才能为哈斯丁提供帮助与物资。我给你们些许的考虑时间，要不要找回哈斯丁往日的和平，全看你们。众人听闻立即展开小群议论纷纷，不出片刻的功夫，商量好的人们陆续前来表示会全力支持。随后帕特里克告诉斯瓦德已将人类说服，他们就像是不会游泳的人落到了水里，无论见到什么都会试图抓上一把。斯瓦德表示有道理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吗？帕特里克立即给予了否定。虽然我很感谢帕特里克这么努力的付出，但我怎么感觉因为他事情变得更麻烦，果然他才是我睡意最大的敌人。小骷髅听到老板怪里怪气的话，立刻反问，你小子几个意思又欠抽了是吧？没有啊主人，我是说那个躲在背后的敌人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老板你也得起身干活了。斯瓦德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你今天这么积极就不能自己全做了吗？帕特里克大怒，自己又不会分身术，难搞的队长那边由他来负责，而老板只需要和人类搞好关系就行。斯瓦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让我和人类搞好关系，没听错吧？对此帕特里克也是显得非常无奈，一表人才的冒险者和乞丐一样的老板，谁看上去更平易近人些？这不难猜吧？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你刚刚是不是骂我了？帕特里克表示自己只是举个例子而已，你和人类做同样的事，这也是和人类搞好关系的办法之一。听着帕特里克的话，斯瓦德陷入了沉思。人类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睡觉，就算醒来了，也就是去路上逛个街散步，散步累了就找个草地躺着休息一下。想通后的斯瓦德觉得这简直太酷了，只要按他们平时一样做就行了。虽然不知道老板想了什么会说这种话，但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老板，你可别忘了从人类嘴里套出信息，尤其是隐藏在那只鸡背后的势力。遵命，我的主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无论人类对你做了什么都得给我忍。知道了。你好啰嗦呀。大人，你也是罗奥诺之屋的影子冒险家吗？冒险者大人，你为什么要穿得像乞丐一样？你懂什么？这肯定是大人出门穿的伪装。此时的斯瓦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直接把所有人一口给炫了拉倒。可迫于帕特里克施加的压力，即使是斯瓦德也不得不一忍再忍。你好呀，小朋友，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？小朋友见状立即询问斯瓦德是否见过尤因和博尔尼两位大人。斯瓦德表示没有见过，但却有点耳熟。随后罗莎再次来到了斯瓦德的眼前，并对之前自己的行为感到万分抱歉。没关系，反正东西也完好无缺的回来了。斯瓦德很清楚，眼前的少女正是要搞好关系的突破口。随后托特告诉斯瓦德自己是副队长，负责带领这边的民众全力配合大人的，并邀请斯瓦德立即与他一同前去看一下哈斯丁目前的现状。人类不是要睡觉的吗？为什么会现在把我叫过去看了？还是算了吧，与其留下来接受提问的轮番轰炸，还不如换个安静点的地方。你的提议很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斯瓦德一路走来就在好奇这一件事，为什么整条街全是空着的？随后托特将斯瓦德带到了一处门前，告诉他真相就在这里面。大门一开，就有股刺鼻的气味涌了出来，他们都是被这场饥荒给饿死的人们，每家每户的粮食早在半月前就已清空了。人类的本性中本就难以抵御对食物的诱惑，很难想象他们都经历了多惨痛的结局。此时的斯瓦德将疑问告诉了托特，他所见过的人类在闹饥荒时，他们会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领主城，可哈斯丁的人们为什么会不一样？黑色灾难距今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，很多人甚至连黑色灾难都是避之不谈。随后托特连忙关紧了窗户，生怕两人的声音会传出去。在经过许久的沉寂后，托特还是决定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斯瓦德，而他刚一开口，便把
把斯瓦德惊的那叫个外焦里嫩。男人是拥有毁天灭地之力的地下城 BOSS， 在他毁了一座城后，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。于是他决定与托特前往一探究竟。在托特的告知下，他得知黑色灾难降临后，有人在即将秋收的田地上放了一把火。从那之后，就有人故意放出了谣言，只要吃了那被熏黑的粮食，就会染上恶疾。就这样，哈斯丁成了一块受到诅咒的土地，甚至还听到了皇室要放弃哈斯丁的传闻。如此一来，所有人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有对夫妻站了出来。由于他们的田地没有受到影响，他们便把粮食分给了城内的平民们。正当大部分的人觉得还有希望撑下去时，令人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。某天夜里，有人悄悄潜入了夫妻的家里，等第二天发现时，两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早已没了一丝声息。也就是从那之后开始，人们就互相猜疑，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，开始了厮杀与掠夺。人们都害怕自己的粮食会被邻居给抢走，之后大家都闭门不出，最后只能活活饿死。而托特他们正是靠着那些被熏黑的粮食，才能撑到现在没有被饿死。而他们选择隐瞒这件事，也是为了避免村民因贪念再次产生杀意。那些粮食本就没有与我的本体接触过，当然是不会被污染的。可散播这种谣言的人究竟是何目的？随后斯瓦德跟随托特来到了哈斯丁边境，一眼看去全是望不到边且堆积如山的平民。托特表示眼前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斯瓦德疑惑为什么不处理掉这些死尸，留在这里岂不是会吸引虫子引发瘟疫？主要还是恐惧占据了所有人的内心，在不清楚别人死因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敢站出来去清理这数量的死尸，他们害怕其中就包含了黑色灾难的诅咒。那你们知道梅氏为什么不自己去处理了？忘了告诉你了，那对夫妻正是罗莎的父母，他们的遗体也在这其中。我们之所以不敢去处理这些死尸，是因为可能惹不起这幕后的人。随后托特小声地告诉斯瓦德，这些两班岛的守卫每天都在此监视着，他们也不让任何人离开这座城。闻言，斯瓦德立即联想到这是领主的命令，在这种时期下会有如此怪异的举动，显然领主是非常可疑的。话锋一转，来到了太古中枢，此时的两人正悠闲地品着下午茶。梅尔很想跟着去，却被斯瓦洛留在了家中。一想到这，他就感到十分的空虚，爱终究还是消失了。梅尔，你不能这么想，斯瓦洛大人把重要的地下城交给了我们，这也就证明了他是非常信任我们的。就你这野猫也敢和我争主人的宠爱，活该你会被主人丢下来守家。朕也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果然斯瓦洛大人的心里还是有朕的。野猫，梅尔，你不是该回去看下房间的吗？毕竟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会攻进来的。梅尔表示无需担心这一点，因为他有监视者之眼，可以随时观察，只要有人踏入领域之内就会。不是吧？雷姆才刚说完就来客人了。梅尔根据监视者之眼反馈的信息来判断，入侵者的人数应该只有一个人。很快雷姆就感到很强的气息在迅速靠近，立即示意梅尔做好战前准备。随着气息的接近，震感也越发的强烈。突然一道红光赫然出现在两人的眼前，其恐怖的威压更是席卷了整个房间。随后红光中缓缓地走出了一道身影，紧随而至的是雷姆十分熟悉的声音。奇怪，你怎么来了？雷姆见状立即伸手拦在梅尔的身前，来人正是巴托里。对于他的到访，雷姆显得是既惊喜又惊讶，因为地下城的 BOSS 之间平时很少有来往，毕竟家家都有个需要守护的地下城。此时雷姆对他没有提前告知感到很生气，自己都没有时间准备好美味招待他了。巴托里表示不要紧的，实在不行的话就用雷姆的血来招待他。雷姆闻言立马拒绝了巴托里，拉倒吧，被你一吸人都要干了。随后巴托里注意到了梅尔是张新面孔，并向梅尔询问了他的身份，正是站在数万魔物之上的魔王，魔王城第17代的主人梅尔德提莫。梅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，他是切特城堡的 BOSS 巴托里。听到雷姆的介绍，梅尔顿时慌得一批。雷姆，我要是一直在这当客人的话，可以见到所有太岳七窟的 BOSS 尊容吗？梅尔，你也真是的，别开这玩笑，想一辈子当客人，这脸皮也太厚了吧。在巴托里的示意下，一只蝙蝠突然飞出，毕恭毕敬地为巴托里斟满了美味的佳酿。奇怪了，怎么到这里之后就没有见到过那个蠢蛋和帕特里克？随后雷姆把两人外出的事告诉了巴托里，现在的情况这么不妙，他们居然还在这种时候离开地下城。见到巴托里如此的紧张，雷姆哽咽地问道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闻言巴托里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。巴托里告诉他，城堡周围的村子全被毁了，据现场的血量来看肯定是无人生还的，但诡异的是所有的死尸都消失了，而且那些血迹就像是进攻路线一般，全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。而那个方向所指向的城市正是哈斯丁。梅尔一听就立即联想到了是不死生物，巴托里对梅尔的猜测表示了认可，现在符合这些因素的也就只有他了。这些不死生物大部分都是睿智的，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，而有智力的通常会在名字前添加前缀，用上古这种修饰词来表示是高级物种。王者军团的行动有着很高的一贯性，这说明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操控他们。在巴托里的猜测下，他判断出一个结果，能大批量操控死尸的高级种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拥有不死王之称的厄佩留斯。厄佩留斯怎么这么耳熟？是拿枪的吗？你小子是不是玩多了？随后巴托里询问有没有传信息的小怪，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个蠢蛋。雷姆表示小怪们都是守房的，没出过门，根本就找不到主人的位置。尽管如此，我也相信主人能够轻松应付。这一家子看起来怎么都是蠢蛋，要是没帕特里克的话，这家迟早要散。此时一只激动的小手再也忍耐不住，既然你们都没办法了，那这不就是朕出山的好时机吗？
转眼来到了哈斯丁领主城的周边。帕特里克现在正要去找领主查个清楚，想要知道领主搞了什么阴谋，就必须要用上一点高端的智商。于是帕特里克就偷了鸟身女妖的蛋，他们是群居动物，肯定会因此找上门的。顿时小骷髅就被自己的计划所折服，真不知道我自己的脑袋是怎么长的，竟会如此的聪明。可我们的大聪明还高兴不到2秒半，就被远处密密麻麻的身影给震惊了。他本以为只会来个3、5只的小打小闹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上百只的全军出击。你们2个为什么要这么紧张的看着我？我又不会把你们给吃啊！